我明明死了。前世最后一幕是冷宫枯井的锅贴，湿滑青苔，坠落时的风声，一切都归于虚无。可现在龙涎香刺鼻，丝竹入耳，眼前是萧景恒。我重生了。林氏玄儿接旨。乾元3年腊月，前世大婚，我奉旨嫁皇子萧景恒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林氏女玄儿温婉贤淑，堪配皇子景恒。彼时浑然不知，这道赐婚圣旨不是通往凤冠，而是通往枯井。林玄，他没有唤我的封号，没有称皇子妃，而是直呼其名。前世没有这一幕。臣妾在。本宫问你，你可知道苏婉？回殿下，臣妾从未听闻此名。从未？可本宫怎么听说，你林家曾经在南诏驻防3年，与南诏王室过藏甚密？殿下明鉴，林家确实在南诏驻防3年，但家父与南诏王室仅有公事往来，从无私交。臣妾当年年幼，更未与南诏王室有任何接触。那本宫再问你，你林家可曾藏匿过一个南诏女子？殿下，林家世代忠良，本宫没问你。殿下，臣妾不知殿下为何在新婚之日追问一个臣妾闻所未闻的女子。臣妾若有冒犯之处，还请殿下明示。若臣妾没有冒犯，臣妾斗胆问一句：殿下今日是来成婚的，还是来审案的？有意思，比你那个只会喊冤的爹有意思多了。喝了它。又是鸩酒。前世我以此道出苏婉下落，换来一线生机。那时我尚且懵懂，不知自己向来只是任人摆布的棋子。殿下，臣妾可以喝，但在喝之前，臣妾想问殿下一个问题：殿下寻找苏婉是为了什么？为了什么？你配知道吗？臣妾不配，但臣妾知道，如果殿下连一个将死之人的问题都不敢回答，那殿下找一辈子也找不到他。好，本宫告诉你，本宫找他是因为他见过本宫最狼狈的样子，本宫要找到他，然后杀了他。前世他亲近国库，见司婉台，诛杀谏臣，人人皆知他追思婉妃，可他竟要杀他。他深夜对着苏婉画像落泪是真，此刻的杀意也是真。原来我前世所见的萧景恒只是他刻意伪装的模样，他的秘密远比我想象的更深。殿下，臣妾不知道苏婉在哪里，但臣妾的兄长在南诏驻防时，曾见过一个与殿下描述相似的女子。若殿下今日杀了臣妾，这条线索就断了。你兄长还活着？兄长自然活着，但若林家今日有人死于非命，兄长会怎么做？臣妾不敢保证。冷宫，你暂居冷宫，待本宫查清林家与苏婉的关系，再定你的去处。这不合规制。本宫说的话就是规制。林璇，你比你爹聪明，聪明的人通常活得更久。璇儿，爹，什么都不要说，回家之后把我书房暗格里的东西全部烧掉。什么案？大哥，西南那条线从今天起断掉所有与京城的联系。来人，大人，去查一下。这一次，枯井埋骨的绝不会是我。前世龙影卫一脚踹我后腰，坠落很快。主子，这是冷宫重聚的第3天，阿软买通混了进来。今日的饭食还是这些，奴婢去小厨房看了，管事太监说咱们的份例被克扣了，让我们找管事的说。不用找，告诉周记
眼影的事不急，让他先把南城那几个茶盘盘下来，要快。茶楼，茶楼人多嘴杂，最方便的传讯点。另外，让他找几个靠得住的人扮成茶客，每天在南城各茶楼做一个时辰。听到了什么，记下来，3天一报。主子要见自己的耳朵？对，就叫听风阁。我们不但要耳朵，还要眼睛。让周记从商号的伙计里挑一批机灵的，送到各衙门门口去打听各个官员事无续细，都要报。可这得花多少银子？银子的事，我自有安排。你先告诉我，甘水车什么时候来？每日卯时3刻，从后门进。谁赶车？是一个姓赵的老太监，管着半个皇城的甘水清月。谁赶车？是一个姓赵的老太监，管着半个皇城的甘水清月。他手下管着12个杂役，每天进出宫门一次，各宫都去。守卫对他查得不严，因为没人愿意翻他的甘木桶。这是我前世发现的最重要的秘密。甘水桶是冷宫与外界最安全的通道。每天清晨，甘水车从后门进来，从西华门出宫，守卫只查车架和人，不查甘水桶。明天卯时，你去找那个赵太监，就说冷宫的甘水桶太旧了，换个新的。换的时候，在桶底垫一层油布。记住，油布的颜色代表不同的意思，红色是急报，蓝色是日常，黑色是杀人令。奴婢记下了。前世的阿染陪我3年，最后被萧景恒以通敌罪杖毙。那时他只会哭、怕，在深夜里发抖。可这一世他就没哭过。也许是因为重生，他也变了。还有，让周记查一个人。谁？吏部侍郎赵谦。前世赵谦是第一个弹劾林家勾结南诏的人。他拿出一封假的密信，但火旗笔迹印章全对得上，满朝文武无人敢质疑。奴婢这就传信出去。不急，先确认通道安全。明日甘水车来时，你什么也别放，就看赵太监的反应。他若正常收桶走人，通道可用；他若有异样，那……萧景恒为什么要告诉我杀苏婉？如果他只是把苏婉当借口，不需要说出来。既然说了，说明这句话对他很重要。是说给我听，还是说给他自己听？阿婉和苏婉是同一个人吗？阿婉，如果萧景恒对他的感情不是爱而是恨呢？见思万胎，不是为了追死，而是为了困住他的魂。这些推测没有证据支撑，我需要信息，而信息需要钱。阿软，周记的信上有没有提盐的事儿？提了，说盐引已入手，待命。但奴婢不懂，不是说让周掌柜不急吗？盐引是吃的，不是卖的。真正的买卖在消息公布之前，整个天下的钱都会为这件事疯狂。前世我在冷宫纳了5年鞋底，第2年才发现朝廷推行盐铁改制，真正赚钱的不是买盐引，而是在消息公布前低价买入官府盐仓库存，利润3倍。前世我只能看着别人赚钱，这一世这双手要握住的是整个天下的钱。明天让周记把万盛商号所有能调动的现银全部买成南城的荒地。荒地？那些地又偏又贫，买来做什么？等朝廷修路。明年开春，工部会上一道折子，要修一条从南城通往通惠河的漕运新路。主子怎么知道？我自然知道。让周记去买，但要悄悄的，不要用万盛的名义，找几个白手讨，一家买一点，别让人察觉是一家收。奴婢明白了。赵公公，我们家主子说这冷宫的桶太旧了，麻烦公公给换几个新的。姑娘客气了，换，这就换。通道安全。主子，奴婢在换桶的时候，悄悄在桶底垫了一块蓝布，赵太监没发现。看到了，他不会发现的。他在这个位置干了20年，早就学会了一件事：不该看的别看。那奴婢明天就传信出去。明天传第1封，告诉周记，南城买地不限量，盐仓库存全部吃尽，
还要查赵谦。主子，您不害怕吗？萧景恒有软肋，苏婉，不管是爱还是恨，那根刺扎在他心里10年。这一世，我要握住刺，转过去，刺向他。阿软，害怕是留给有退路的人的，我没有退路，所以我不会害怕。萧景恒，你坐在龙椅上，我坐在这间破屋子里，有什么区别？都是笼子，区别只在于我的笼子是我选的，你的笼子是你自己建的，而且这个笼子的门根本就没有锁。主子，林家被抄了，罪名呢？勾结南诏，图谋不轨。今早朝上吏部侍郎赵谦递了弹劾折子，说侯爷与南诏王有密信往来，陛下当场震怒，下旨抄家。侯爷和夫人被押入大理寺狱。大哥呢？大公子据说是跑了，禁军去林家的时候人已经不在，比前世快了整整3个月。萧景恒的杀意从未有过半分消减，只是一直在隐忍筹谋。赵谦的伪证，突然的抄家，全是他早已备好的杀局。幸好我提前让大哥切断暗线，隐秘脱身，否则林家将彻底断根。抄家的钦差是谁？是禁军统领周廷，还有内务府总管刘安。周廷刚正于忠，不涉党争，不贪权财，前世只是奉命行事，最终被萧景恒弃用。此人无恶念，有软肋，可拉拢，不可硬敌。阿软，抄家抄了几天？据说只抄了1天，禁军动作很快，林家上下100余口全部押走，家产全部封存。不杀我，不赦我，不是仁慈，是玩心未尽。他要留着我，继续拿捏苏婉这条线索，继续把玩这场猫鼠游戏。阿软，想办法传信给周记，让他准备好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万盛商号要把京城所有能吃的产业全部吃进去。林家不是被抄了吗？哪还有银子啊？你以为我让父亲烧掉的只是书信？给。主子，周掌柜传来的消息说侯爷在大理寺狱中被用了刑。什么刑？说是夹棍。侯爷不肯承认通敌，赵谦就让狱卒用刑。侯爷的腿……前世父亲身陷大理寺狱，惨遭酷刑，他以废一条腿为代价，死守林家清白，至死不肯认罪，最终被萧景恒刺死。临终只留一句：玄儿要活着。这一世，我绝不让父亲再受此苦楚。阿软，让周记去办3件事：第一，查大理寺狱的守卫换班时间，画一张图出来；第二，找几个靠得住的人，在狱外盯着，如果有人要父亲的命，不惜代价挡住；第三，查苏婉的下落。苏婉，那个让殿下封了10年的女子。对。可周掌柜怎么查，连殿下都查不到。殿下查不到，是因为他一直在往南诏查，苏婉不在南诏。那他在哪儿？前世我至死不明，如今终于窥见端倪。萧景恒寻苏婉，从不是寻人，是藏人。他演了10年深情戏，骗了天下人，也试图骗过自己。告诉周记，不要大张旗鼓的查，只盯着萧景恒的行踪。他什么时候离开京城，去了哪里，见了谁，记下来。是。林威远侯那个老狐狸把银子藏起来了。殿下息怒，林家的账目正在核对，也许是有疏漏。没有疏漏，有人在抄家之前就把林家搬空了。可抄家是突然的，谁能提前知道？林玄，3日金銮殿上的一句“臣妾没有问题”，神色不卑不亢，不求不起，你字字有度，分寸精准，张量着我的底线。苏婉一事被你拿捏得刚刚好，刚好保下你性命。这般心思通透之人，怎会是任人宰割的羔羊？李德全，冷宫那边这几天有什么动静？回殿下，没什么动静。那个林氏每天深居简出，就他的丫头偶尔出来领饭。没别的人去过？没有。再加几个人盯着，冷宫前后的巷子都给我看死。出去的人要查，进去的人也要查。是。林雪，你在玩什么？不管你在玩什么，本宫陪你玩。
所有天灾人祸、朝堂动荡、武将冤案，我尽数记于心。前世我是亲历者，受尽苦楚，这一世我要做执旗者，扭转所有悲剧，借力翻盘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将军，京城急报！林家被抄了。是，满门下狱，家产抄没，还有林家长子跑了。林家，那个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把女儿嫁给皇子的林家，那个曾经在南境与我并肩作战的林威远侯，现在倒了。将军，咱们跟林家没什么交情吧？林默尚在人世，此人曾救我性命，如今落难，我不能坐视不理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林家倒了，下一个便是我西北边军。萧景恒忌惮手握兵权的武将，林家是开端，绝非终点。但在此之前，必须摸清局势，静待时机。不是阿阮，阿阮不会在子时过后回来。不是太监，太监走路前重后轻，也不是刺客，刺客会刻意放轻，是习惯发号施令的人，是萧景恒。别装了。殿下深夜到此，有何贵干？本宫来看你死了没有。一个人住在这种地方，会不会半夜被老鼠咬掉鼻子？劳殿下费心，臣妾的鼻子还在。你知道这里以前住的是谁吗？不知道。这冷宫曾住过本宫七皇叔，他谋反失败，被先帝囚于此地7年，日日刻冤字于墙。你猜他是怎么死的？病死的。饿死的。等他被发现的时候，尸体已经干了。所以你要听话，听话的人才有饭吃。臣妾速令我居冷宫，我便安分守己；殿下令我等候，我便静心待命。那你知不知道本宫在等什么？等臣妾说出苏婉的下落。你倒是直接。臣妾从不拐弯抹角。殿下来冷宫不是为了看臣妾死了没有，殿下是来问苏婉的。你倒是通透，在大理寺受尽恐刑，至死只喊冤枉一问三不知，比你愚钝太多。他在试探我，想从我口中套取线索，也想击溃我的心神。越是施压，越说明他执念深重，急于求成。你兄国跑了，禁军去抓他的时候他已经不在，你知不知道他可能去哪儿？臣妾也不知道苏婉在哪儿。是，兄长在南诏驻防时确实见过一个与殿下描述相似的女子，但那是几年前的事。如今那女子去了哪里，臣妾不知。你觉得本宫信吗？殿下信不信是殿下的事，臣妾只能说真话。这是什么？壶中煮的茶，用的是冷宫旧年存下的老茶叶，老宫女留下的方子。这茶闻久了容易恍惚，我住进来的第一天就开始喝它，早习惯了。他没喝，只闻了一下，不打紧，日子还长。茶，冷宫只有这个，殿下要喝吗？不喝，本宫从不喝别人倒的茶。殿下要杀臣妾，不需要下毒，一杯鸩酒就够了。你倒是看得通透，在冷宫住久了，什么都想通了。本宫有时候在想，如果当年找到他的是本宫，一切会不会不一样？林家在南诏驻防3年，3年1000多天。他有一天出现在你们的营地，穿着南诏的宫装。你父亲把他交给了当地的官府。如果当年他留下了他，他就不会死。他怕惹麻烦，把一个求他救命的女人推回了火坑。林玄，本宫给你1个月的时间，1个月后，如果本宫还听不到有用的消息，你就不用住这里了。臣妾会被刺死吗？死？太便宜你了。本宫会让你跪在京城的街头，让每个路过的人都知道林家的小姐，如今连冷宫都不配住了。他在恐慌，威胁越狠，越说明他内心焦灼，毫无头绪。他早已依赖我手中的线索，这份执念就是我最大的筹码。我有的是时间。
本宫做了一个梦，梦到她了。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裙子，站在一片花海里，对本宫笑。本宫问她这些年去哪儿了，她不说。本宫伸手去拉她，她就不见了。殿下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是吗？可本宫觉得那个梦太真实了。本宫能闻到她身上的气味，是一种很淡的花香，像是栀子花。南诏，记下来。臣妾不知道栀子花是什么味道，很淡，很甜。本宫以前在南诏闻到过。殿下如果想再梦到她，可以试试睡前在枕边放一些栀子花。你懂这些？臣妾不懂，但臣妾听说气味最容易勾起记忆。你兄长到底在哪儿？本宫的耐心是有限的。臣妾真的不知道，但臣妾可以试着联系他。怎么联系？林家有一处暗哨，在南城的茶楼。如果臣妾写信放在那里，兄长如果还在京城，可能会去取。你在跟本宫谈条件？臣妾不敢，臣妾只是想活命。殿下给臣妾一条活路，臣妾给殿下想要的线索。你不怕本宫拿到线索后杀了你？怕。但臣妾赌殿下是个重信守诺的人，他以为拿捏着我的生死，殊不知我早已拿捏住他的执念。他需要希望，而我就是他唯一的希望。紫砂壶已续，萧对苏婉依赖日深，可用。令南城茶楼设暗哨，引其入局。明日消息便借泔水桶传出。另有一事存疑，前世萧景恒只称苏婉失踪，四处寻寻，如今却直言其已亡，变故必有缘由。他或许寻得了遗体，3月离京实为祭拜，又或许他在刻意撒谎，欲将尚在人世的苏婉隐匿独占。无论实情如何，足见苏婉并非他要寻找其人，而是他蓄意隐匿之人。他假意寻妻多年，这场戏究竟演给谁看？是演给自己，演给世人，还是演给苏婉本人？这般惊天反转，令我瞬间脊背发凉。我需打探更多内情，线索皆藏于萧景恒每年3月离京之地，此地我势必要寻到。是内务府的人，你到底是谁？奴婢是主子的人，以前是，现在是，以后也是。我问的不是这个。奴婢是林家的影子，林家每一代家主都会在暗中培养一批死士，不入族谱，不留姓名，只听命于家主一人。这批死士从小被收养，接受训练，然后安插到各个地方，有的去了敌国，有的去了朝堂，有的做了小姐的贴身丫鬟。那根钢针上淬了毒，刺入风俗穴，毒入骨髓。仵作验尸只会以为是中风，内务府查不出什么。尸体怎么办？奴婢来处理，主子就当今晚什么都没发生。林家在大内有多少人？奴婢不知道全部，奴婢只负责与3个人联系：内务府的一个管事，御膳房的一个厨子，还有侍卫营的一个百户。父亲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侯爷说小姐不需要知道这些，侯爷希望小姐做一个普通的好姑娘，普通的好姑娘，前世普通的好姑娘，被推下了枯井。从现在起，把你知道的所有人的名字、位置、联系方式全部告诉我。啊！可侯爷说，父亲现在在大理寺的牢里，他能不能活着出来，取决于我能不能赢这把棋。如果我连自己手里的棋子上刻了什么字都不知道，我怎么赢？这是林家死士的名册，侯爷在抄家前让奴婢转交给小姐。名册上有多少人？可调动的37人，分布在京城、西北、南境。另外还有一批引线，不能调动，只能等他们主动联系。37人，分布在3个关键区域，加上万圣商号的钱，加上听风阁的情报网，现在手里已经有一套完整的地下系统。萧景恒以为我在冷宫里什么都做不了，他不知道这座冷宫正在变成一张网的中心。萧景恒以为我在冷宫里什么都做不了，他不知道这座冷宫正在变成一张网的中心。接下来的几天，
开始系统的梳理阿软提供的信息。内务府的管事叫王府，管着皇城的炭火供应。他每隔3天会往冷宫送一次炭，是安全的接头渠道。御膳房的厨子叫刘三，管着各宫的饭食分配，不是因为他无能，而是因为装着克扣的样子，可以掩盖他偷偷往冷宫送额外物资的行径。侍卫营的百户叫赵虎，管着皇城周围的西北角的夜巡路线遥开，给进出的人制造空档。这3个人是在皇城内的3根钉子，再加上干水车通道，冷宫与外界的联系比前世知道的多了10倍。主子，赵虎今晚当值，奴婢可以出去办事。去哪儿？南城。周掌柜已经把茶楼盘下来了，奴婢去看一眼，确认暗哨的位置。小心，奴婢知道。茶楼在南城的十字街口，叫听雨轩。周掌柜已经把楼上的一间雅间留出来了，专门给主子用。怎么样，暗哨呢？安排了2个人，扮成茶客，每天从开门做到打烊。周掌柜说，最近南城多了不少生面孔，都是禁军的人，在打听林家的消息。萧景恒的人呢？让周掌柜放一个消息出去。什么消息？就说林家在南城的暗哨藏在听雨轩。那不是自投罗网吗？是让萧景恒以为他找到了我，他找到了一个暗哨，就会撤掉其他地方的搜查，其他的暗哨才能安全。换一批，安排几个不是林家死士的人在那里，让他们以为那是林家用的暗哨。那听雨轩的人怎么办？等萧景恒的人端掉他，线索就断了，他不会继续查。这叫丢车保帅？不，这叫给狼一根骨头，让他别咬羊。还是没有。回殿下，全城搜了3遍，没有发现林默的踪迹。冷宫周围呢？也搜了，没有。林默不可能凭空消失，他是林家的长子，在京城生活了20年，有太多可以藏身的地方，除非他根本没打算藏，把搜查的重点转向南城。林家的商号大多在南城，林默如果真的还在京城，最可能藏在那里。是。还有冷宫那边的监视加派人手，林默如果还活着，一定会想办法联系他。冷宫那边的监视加派人手，林默如果还活着，一定会想办法联系他妹妹。太淡定了，一个女人全家被抄，父亲被打入死牢，自己被关在冷宫，她不应该那么淡定，除非她手里有牌。周婷，禁军里有没有林家旧部？有一些，但已经调离了关键岗位。再查一遍。林家在大内经营了几10年，不可能只插了几个钉子，把所有人筛一遍，有问题的全部清理。可这样一来，禁军会人心惶惶。本宫宁愿人心惶惶，也不要一颗钉子留在本宫的身边。遵命。主子，周掌柜传信说禁军开始在南城大规模搜查了。意料之中。那听雨轩的事，照计划进行，让周掌柜今天就把消息放出去。可如果禁军今晚就来，那就今晚。阿软，你知道萧景恒最怕什么吗？怕找不到苏婉？不，他最怕别人知道他其实不想找到苏婉。一个人找了10年，倾尽国力，所有人都以为他深情。但如果有一天，所有人发现他从来不想找到，那他的深情就变成了笑话，他承受不了这个笑话。所以，只要我握着苏婉的线索这条线，他就不会真的动我，他会一直追着这根线跑，跑到他把江山都跑完了，也停不下来。主子，您变了，变好还是变坏，奴婢不知道，但奴婢觉得这样的主子不会死在这里。阿软，奴婢在。从今天起，每天晚上往那口井里扔一块石头。为什么？我要知道它有多深。前世我坠入其中，一无所知。这一世，我要摸清它的深度、机灵，所有破绽。我要看清这座楼笼的每一寸黑暗，更要看清萧景恒心底的每一寸阴暗。主子，甘家统通道发现的，写着急需面陈。周记的字，破例安排会面，调开巡逻，让他半杂役从后墙缺口进来。主子，盐铁改制消息确认了，正月15上元节颁旨。腊月20还有25天，比前世早近1月。萧景恒急需银两，等不到正月15。细则草稿，花2000两买到。2000两，吴京，你舍得？主子的钱
不敢不舍得。盐引官改商办，每银50两，进购500两。盐仓吃了多少？7成，4大盐仓拿下3个，用白手套分了17家小商，花了多少？23万两。万商全部流动资金，全压在这一张牌上。主子放心，库存够2个月，就算消息不出也不会亏。听风阁正式运转，南城、东城部眼线，各衙门门口蹲点，信息汇总送进冷宫，重点盯禁军统领周廷。主子，冷宫不宜久留，奴才告退。林家几代人的钱全压在盐上，输了怎么办？父亲从前总想护我安稳，让我做不知世事的闺阁女子。可这世道，安稳从来不是别人给的，是自己赌来的。签了认罪书，陛下不会要你的命。你替萧景恒做断子绝孙的事，不怕报应？您在南诏把苏婉交给官府时，想过他会死吗？他没死。告诉萧景恒别杀我，否则他这辈子找不到他。轩儿，爹能做的就是替你多拖几天。明天去见萧景恒。殿下要来？不，我去见他。这座冷宫的墙是困不住我的。不是逃跑，是进攻。鸟笼的门从未锁过。苏婉尚在人世，此事无论真假，即刻备马进宫。故人窒息，时机未到。这个人还不是启用的手。本宫问你，你可知道苏婉？苏婉，萧景恒的白月光与南诏逃亡公主，前世他为她寻遍天下，屠戮林家，如今大婚当日便提起，难道悲剧从一开始就是他的算计？王首府王鹤鸣是世家党舵人，改制前偷偷联络江南盐商，还拉着户部官员帮萧景恒铺路。新帝位子不稳，急着用钱坐稳江山，肯定要拉拢盐商，他就是中间人。我猜的没错，禁军统领周延3次被召进御书房，他母亲十分孝顺，萧景恒拿他母亲当人质牵制他，母亲就是他最大的软肋。阿软，让周记查一下聚宝坊的幕后东家是谁。主子怀疑赌场有问题，赵谦能输8000两，要么赌场故意放水，输借不偿偿肯定有钱。让找到这个人，就能查到赵家的钱从哪来。是。还有，查周条母亲的病情，我要知道周母病好后，周条还会不会听萧景恒的话。奴婢这就传信出去。等一下，让周记在西北也布几个眼线，早点得到陆仓的消息。是。马上过年了，还有一件事要做。陛下没休息好。朕给你来送宫里包的饺子。朕一直在想，你兄长有消息了？有，臣妾在南城茶楼留暗号，一直没收到回音。要么他已离京，要么不信暗号。如果是第二种，说明你兄长还在京城，可是他为何不出来？兄长是在暗中蓄力，等着一招致命。这些话就不能让萧景恒。臣妾想问陛下，为何一定要找到苏婉？朕12岁寻常找苏婉，只有苏婉翻墙来陪朕，朕派人去接她做皇后。南昭王却说她死，那她为什么不出来？南昭王说她病死，可朕不信。寻遍南若10年未见尸首，她定是躲着朕。朕寻她只为问她为何避朕。她哪里是深情，是执念，放不下落魄过往与丢掉的尊严。臣妾猜测，她可能根本不知道您在找她。什么意思？说死是掩盖，她可能已离开南诏去了大秦。不可能，朕找遍大秦。您找的是南诏公主，说她已改名换姓，嫁人生子，在试探朕的底线。臣妾不敢，只是帮你想遗漏之处。你说的对，朕可能漏了一些。臣妾愿意帮陛下找。你连冷宫都出不去，怎么帮朕找？臣妾出不去，但臣妾的人可以。人？林家虽然被抄，但林家的旧部还在。只要陛下给臣妾一道手谕，臣妾可以调动林家旧部，帮陛下找苏婉。你要朕给你放血？是命。
臣妾帮陛下找到苏婉，陛下饶臣妾一命，公平交易。如果朕不答应，那陛下就继续找，再找10年、20年，找到殿下老去，找到陛下忘记苏婉长什么。手谕不行，朕准你在冷宫自由行动。谢陛下。别痴心妄想，朕唯一放不下的只有苏。不是身体，是执念，执念难破，就是我的机会。阿软，奴婢在。让周记加倍追查苏婉。苏婉真在大前？不确定，但萧景恒信。10年找不到，是方向错了，不用找人，查当年质子与小公主的旧事即可。主子心思太深了，我所有算计都是冷宫5年学来的，只为亲手推翻他。主子，有封密信。玄妹，我在。赵倩银子来自珠宝坊，东家是刘安侄子，萧景恒用赌场洗钱。原来一切都是他的算计，聚宝坊是他的私库，他用一座赌场掌控大半朝臣。兄长在京城，萧景恒，该我们落体。萧景恒初登帝位，国库空虚，边军缺饷，盐铁改制尚未推行，眼下最缺的就是银子。阿软，明天除夕宫里有什么安排？回主子，殿下要在太和殿设宴，百官朝贺。听说殿下要在宴上宣布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奴婢不知道，但周掌柜传信说，工部最近递了一道折子，被殿下留中了。留中，不批复也不驳回，这说明萧景恒在犹豫。工部的折子写的什么？说是要修一座高台，叫什么思婉台。思婉台前世3年后才动工，如今提前现世，这座台耗尽大钱国库，最终倒塌，葬送盛世幻梦。折子是谁上的？工部侍郎沈琦。沈琦前世因执剑被贬，郁郁而终，此人可拉拢。阿软，明天除夕我要去见萧景恒。可主子没有受邀。我不需要受邀，萧景恒说过，我可以在冷宫范围内自由行动。冷宫到太和殿没有出宫。奴婢去给主子准备衣裳。折子已押5日，9层丝碗台，耗银300万两，近乎半载国库收入，朝臣必反。可我偏要修，我要将苏婉的名字刻于天地之间。陛下，林氏玄儿求见。她来做什么？说是给陛下拜年。一个被打入冷宫的女人，除夕夜跑来太和殿拜年，有意思。让她进来。臣妾给陛下拜年，愿陛下福寿安康，江山永固。起来吧，你倒是有心，在冷宫还想着给朕拜年。冷宫也是陛下的冷宫，臣妾住在这里，时刻感念陛下的恩德。你来不只是为了拜年吧？陛下明鉴，臣妾确实还有一件事。说。臣妾听说，陛下要修一座高台。你听谁说的？你听谁说的？臣妾没有听谁说，臣妾是猜的。猜？陛下登基以来，励精图治，唯独少了一样东西，一样能让天下人记住陛下的东西。比如一座高台，以苏婉之名建一座通天之台，让后世千年都记得陛下对他的深情。你知道修一座台要花多少银子吗？臣妾不知，但臣妾知道，银子的事有银子的解法。什么解法？这是臣妾的一点心意。这是谁画的？臣妾画的。臣妾在冷宫无事可做，就画些图纸消遣。你怎么知道高台该修成什么样？但臣妾知道，要修一座让天下人记住的高台，不能用普通的法子。那用什么法子？用陛下的心意。台不在高，在心。只要天下人知道这座台是为谁修的，哪怕只是一堆土，也能流芳百世。你的意思是，不用花那么多银子？臣妾的意思是，同样一座台，可以花300万两，也可以花100万两，区别只在3个字。哪3个字？民不怨。继续说。臣妾听说陛下要征调3万民夫，但京城附近能征调的壮丁不过1万人，其余外地的民夫进京要吃要住要给工钱，这笔银子比修台本身还多。那你的意思是？就地取材，工匠也不用征调，用京城的就行。工期控制在1年以内，民夫轮换，不耽误农时。这样修出来的台能有多高？9层，33丈，1寸不少。这个女人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帮皇帝省钱？怎么可能？她在帮她自己。林璇，你为什么要帮朕？臣妾不是帮陛下，臣妾是帮自己。帮你自己？陛下修成了台，心情好了，说不定会饶臣妾一命。臣妾想活着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朕准了。从明天起，你负责思婉台的营造事务。这不合规制，林氏乃戴罪之身，怎能参与朝廷营造？朕就是规制。臣妾领旨。
此女城府太深，短短一席话便攫取实权，走出冷宫指日可待。前世我见司婉台耗尽国运而亡，今生我亲手助他，待他登顶万众瞩目时，我再亲手推降，让萧景恒的执念、皇权与美梦尽数崩塌。主子怎么样？殿下有没有为难你？没有，阿软，从明天起，我要开始修司婉台了。什么？萧景恒让我负责司婉台的营造事务。可主子为什么要修台？那不是耗费民脂民膏，让天下人骂的事吗？阿软，你知道怎么建一座最坚固的高台吗？先打好地基，司婉台就是萧景恒的地基，我要帮他打下最坚固的地基，然后用他自己建的台砸死他自己。沈琦可用。阿软，传信给周记，让他查一个人。谁？工部侍郎沈琦，家世背景、为官经历有没有把柄，全部查清楚。是。阿软，你说明年除夕我们会在哪儿？奴婢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明年的今天，这座冷宫的门不会再关着我。刘安，奴婢在。你觉得林玄今天的话有几分真？奴婢觉得他说的有道理，但未必全是真话。怎么说？他说帮陛下修台是为了活着，可能是真的，但奴婢总觉得他那双眼睛里藏着什么东西。全家覆灭，身陷冷宫，却无半分怨坠怯懦，这份心性太过反常。派人盯着他，他见的每一个人，说的每一句话，做的每一件事，朕都要知道。是。查一下他跟沈琦有没有关系。陛下怀疑沈琦跟他串通？朕不怀疑任何人，朕只是不让任何人有串通的机会。林玄，你给了朕一个梦，但如果这个梦是假的，朕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。小姐，算是过了节。这是刚收到的密报，寒门清官不善交际，朝堂受排挤，无靠山背景，侍郎已极限，再生需人拉。无党派无牵扯，便是最好的底牌。此人难收买，不轻易背叛，唯一可牵动他的唯有仕途报复。寒门缺靠山，我恰好可以成全他，只是时机未到。如今我只是冷宫弃妃，尚无博弈资本，唯有借思苑台营建之事证明自身价值，方能步步为营。阿软，今天有几件事要做，主子请说。第一，冷宫里除了我们，还有多少人？奴婢数过，冷宫一共住了6个嫔妃，东院的刘贵人、王贵人，西院的陈才人、赵才人，还有北院的李婕妤，加上宫女太监，总共不到20人。有多少是萧景恒的眼线？奴婢不确定，但内务府派来冷宫当差的太监宫女，至少有4、5个是他们的眼线，还有几个嫔妃，可能也在替殿下盯着主子，全部拔掉。全部。从今天起，冷宫只能有一个声音，我的声音。可怎么拔？你不是有钢针吗？主子，如果死了太多人，不会死，他们只是会消失。冷宫这种地方，少几个太监宫女，内务府不会在意。至于那些嫔妃，不需要杀他们，让他们害怕就够了。奴婢明白了。先从那个姓赵的太监开始，上次翻墙进来的那个，内务府的。他虽然死了，但他的同伙还在。找出是谁给他通风报信，然后让他自己走。自己走？给一笔银子，告诉他，如果不想死，今天就出宫，往南走，永远别回来。是。大年初一，内务府无人，全天查人，替萧景恒传信者、偷听者、内务府钉子，查清后逐个解决。奴婢去办。主子，名单已查清，冷宫现太监7人，宫女11人，嫔妃6人，其中内务部的眼线有3个，太监小顺子、宫女翠冯和春兰。另外，东院的刘贵人和西院的赵才人也会定期向内务部报告主子的动向。小顺子是谁的人？内务府总管刘安的干儿子，专门负责冷宫这边的消息传递。翠萍和春兰呢？翠萍是殿下身边李德全安排的，春兰是皇后的人。皇后也派人盯着冷宫，她在怕什么？所以她盯着我，是怕我威胁到她的位置。应该是威胁她的位置。从没想过做什么皇后，在她眼里不过是一个更大的笼子。先处理小顺子，他是刘安的人，刘安是萧景恒的心腹，拔掉他等于斩断萧景恒在冷宫最长的耳朵。怎么处理？你刚才说小顺子好赌，那就让周记在赌场做局，让他输一笔大的。翠萍和春兰呢？
翠萍的软肋是他娘，在浣衣局当差，母女俩相依为命。奴婢威胁动他娘，他应该会听话。那就威胁，让他继续给李德全传消息，但传什么由我们定。春兰没什么软肋，是个孤儿，无父无母，也没有相好，唯一在乎的就是银子。主子，动这么多人，会不会打草惊蛇？但惊蛇是何等就会乱窜，窜得多了就能看清他的洞在哪里。你娘在浣衣局，离冷宫不远。如果不想让他出事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从今天起，皇后问你什么，就说林氏每天都哭，想家想的不行。如果有人来问，就说这里的日子难熬，林氏快疯了。可如果殿下亲自来问呢？殿下不会问你，殿下只跟主子说话。从今天起，这座冷宫是我的了。殿下今天高兴吗？高兴，盐铁改制的事定了，正月15颁旨与民同乐。恭喜殿下。你画的图纸，工部的人看了说可行。沈琦今天在朝上专门上了一道折子，夸你心思精巧，匠心独到。沈琦在朝上公开夸我，这是在地头明状。沈侍郎过奖了，臣妾只是随手画画。随手就能画出工部认可的图纸，那你认真画，岂不是能当工部尚书了？他在试探我，臣妾不想当工部尚书，只想活着。冷宫最近是不是少了人？少了谁？小顺子失踪了，刘安找了没找到，怀疑卷款跑了。那真是可惜。臣妾虽然不认识，但也替他遗憾。大过年的，好好的人说没就没了。你不觉得奇怪？冷宫这种地方，少几个人不是很正常吗？你说人死了以后会变成什么？臣妾不知道。朕觉得人会变成风。每年3月，南边吹来的风里总有栀子花的味道。朕觉得那是他。上次他说苏婉身上有栀子花的气味，现在他说每年3月的风里有栀子花的味道。3月，他每年3月离京去的那个地方，是不是也有栀子花？殿下明年3月还去南边吗？去，每年都去。去做什么？去等他。殿下，司宛台什么时候开工？2月2龙抬头，朕已经让人选好了吉日。臣妾可以在场吗？臣妾想亲眼看着他建起来，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长大一样。随你。林璇，你最近有没有梦见什么东西？臣妾睡眠很好。是吗？朕最近总是做梦，梦见一座高台，很高，朕站在台顶往下看，什么都看不到，只有风，还有一个声音在叫朕的名字。等他？萧景恒，你以为你每年3月去等他，他就会回来？他已经走了10年，他要回来早就回来了，他不会回来了。冷宫已清，3件事：一，我外出时你留守盯梢，有事速报；二，周记加紧查苏婉，找出萧景恒3月去向；三，冷宫外约见沈琦。主子，沈琦是朝廷命官，您是戴罪深，私下会面被发现，所以不能被发现。让周记安排在茶楼，扮成茶客，无人注意。是。黑暗里，他看得比谁都清楚。主子，林家被抄了，罪名勾结南诏，侯爷和夫人押入大理寺狱。大哥呢？跑了。抄家的钦差是谁？周婷和刘安。传信给周记，1个月内，万盛商号吃尽京城所有能吃的产业。林家哪还有银子？你以为我让父亲烧掉的只是心细？主子，南城荒地收了1200亩，盐仓库存吃尽30%。赵谦呢？好赌，常去聚宝坊，银子来路不明，可能与江南盐商有勾结。赵谦只是把刀，我要找握刀的人。侯爷在大理寺被用了夹棍，让周记办3件事：第一，查大理寺右御守卫换班图；第二，派人盯着谁要父亲的命，挡住；第三，查苏婉的下落。殿下都查不到的人，他查的方向不再错了，只盯着萧景恒的行踪，他去哪儿见谁，记下来。林家超出现银不足万两，那个老狐狸把银子藏了。抄家突然，谁能提前知道？他在金銮殿上每句话都亮着我的底线，岂会束手待毙？冷宫有什么动静？深居简出，加派人手，前后巷子都看死，出去的人查，进去的人也查。林璇，不管你在玩什么，本宫陪你玩。前世每个节点都沾着血，这一世我要抢在前面。黄鹤鸣主动送来的，他在冷宫也有眼线，泔水桶里夹带的，但字迹不是周掌柜的。全国官田4万3千顷，将近一半被官员占为己有。朝廷要卖官田筹司宛台的银子，拍卖规则是价高者得，手里有现银的人可以把那些官员出不起价的地吞下来。主子之前让周掌柜买南城荒地，已经买了1200亩了，最近地价开始涨了，他问要不要继续买。买，有多少买多少，值钱的东西
才会有人抢着买。是。另外，让周记准备一笔银子，不是小数目，50万两。主子万圣上号所有的现银加起来也不过30万两，50万两从哪儿来？从该来的地方来。告诉周记，让他去找一个人，江南首富沈万林的孙子沈明远。沈家？可沈家跟林家没有交集。没有交集，但有生意。沈家的盐铁生意一直是林家在南边罩着的，现在林家倒了，沈家最着急，他们怕萧景恒对他们下手，所以急需找一个新的靠山。主子要当他们的靠山？不是靠山，是合作伙伴。他们出钱，我出主意，赚了钱5-5分。可主子现在在冷宫，沈家凭什么相信主子？把这个送给周记，让他转交沈家。沈家看到这个字，就知道该怎么做。主子，周掌柜传回消息，沈家同意了，但沈万林的孙子沈明远提出要见主子一面，当面谈条件。他要见我？周掌柜说沈公子很谨慎，不见到主子本人不肯出银子。那就见，让周记安排时间地点，他来定。主子，沈明远这个人，奴婢听说过一些。他是江南出了名的纨绔，吃喝嫖赌样样精通。沈老爷子让他接手家业，他把沈家在南边的生意败了30%。有人说他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。那就更好了。为什么？一个不是生意料的人，更容易相信别人的主意。可他如果亏了呢？不会亏，我从来不赌输不起的局。明天午时，南城听雨轩2楼雅间。主子要出去？我有萧景恒的冷宫自由行动口谕，但出宫无正当理由，守卫不敢拦，却会上报。他半个时辰内便至，所以我只有1个时辰。主子，您不累吗？累。主子这些天做的事，画图纸、写密信，见殿下、见大公子，安排周掌柜收买眼线、清洗冷宫，现在还要见沈家的人，奴婢只是看着都觉得累。累是活人的特权，死人不会累。父亲腿废了替我拖时间，大哥去西北换10万把刀，阿软守着退路，我用脑子带所有人活着出去，累，值得。没人，主子快走！站住！干什么呢？奉陛下口谕，出宫办事。陛下给的是口谕，你要是不信，可以去问陛下。但我提醒你，陛下现在应该在早朝。过去吧。这是重生后第一次看到冷宫外面的天空，很蓝，蓝得刺眼。主子，主子，这边请。你就是林家的女儿？沈公子，久仰。我爹说林家的女儿是个只会绣花的闺秀，可我看你不像。人都会变。一个在冷宫里的弃妃跑出来跟我说要合作，你说我该信你？一个在冷宫里的弃妃跑出来跟我说要合作，你说我该信你？这是户部即将拍卖的官田，有47块地，总价至少需要200万两。你知道我拿不出这么多银子。借？向谁借？向我。你哪儿来的银子？我有没有银子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按我的名单买，保证你翻3倍。你要多少？50万两，1年期。50万两不是小数目。40万两，1年期。45万两，1年期，不能再少。成交。银子什么时候到？ 3天后
万盛商号的账上。合作愉快。他装成纨绔是为了让别人放松警惕，但沈家江南首富孙子不可能是个废物。那你还要跟他合作？越是聪明的人越好用。大哥，你该去西北。入仓的事你有把握吗？没有，所以我需要你去帮我看看。学妹，如果有一天我做了什么你不希望我做的事，你会原谅我？不管你做了什么，你都是我大哥。我走了。大哥，活着回来。银已到，45万两整。阿软，让周记准备参加关田拍卖。户部的告示说2月初10开卖，我们还有5天。周掌柜问主子哪些地值得买？这7块必须拿下，其他的看情况。主子为什么选这几块？南城3块进通惠河，漕运新路开地价翻3倍，东郊2块临官道设驿站翻2倍，江南2块地下有煤，铁器专营后煤价大涨。主子怎么知道这些？我自然知道。让周记记住一件事，拍卖的时候不要一次出价太高，慢慢加，让别人以为我们只是普通的商人，不是势在必得。为什么？直接出高价不是更快吗？出高价会暴露万盛和林家，要稳。让周记用白手套分开竞拍，别让人看出是同一家。白手套已经找好了，周掌柜说有17家小商号愿意帮忙，每家分一点，没人会注意。2天买500两，7块地全拿下，南城3块12000，中郊2块9000，江南2块8000，总共不到3万两。其他地块呢？大部分被世家系的官员买走了。王鹤鸣的3公子一个人拿了5块，花了4万多两。还有一个人，内务府总管刘安的侄儿刘德。刘德，他买了哪块？京城西郊的一块地，靠近西山，底价2000两，他出价5000两拿下的。但大矿在西山往西30里的私田上，不在拍卖名单。阿软，让周记查那块地是谁的。主子怀疑那里也有矿，不是怀疑，是确定。奴婢这就去传信。周掌柜查到了，西山往西30里那块地是地主陈旺的祖产，约500亩荒山，开价1万两。1万两，买。1万两买500亩荒山？那山底下是京城未来10年最大的煤矿，前世朝廷征用只赔500两。我们先买下，等矿现世，我便是京城最大煤商。煤控铁，铁控军，军控皇权。1万两买下，用无关人出面，买后不动，等矿自然被发现。西山煤矿到手了。主子，西北的眼线传来消息，陆仓拒绝了一切的密使，谁都不见。让周记想办法把银子直接送到边军手里，不要通过陆仓，通过边军的后勤官买通几个管粮草的，让他们知道银子是林家给的。可如果陆仓发现了，他一定会发现，但发现的时候银子已经发到士兵手里了。10万张嘴，吃过林家的粮，就不会再忘了这个味道。那还要继续盯着陆仓吗？让听风楼继续盯着陆仓，他不出来见人，但一定会出来见一个人。谁？林默。大哥跟他有旧怨，旧怨也是一种关系。恨一个人比爱一个人更让人记得住。陆仓不见别人，但他会想知道当年在战场抛弃的那个人，现在来找他做什么。你就吃这个？冷宫只有这个，殿下要一起吃吗？户部的关田拍卖，你听说了吗？臣妾在冷宫什么也听说不了，殿下为什么问臣妾这个？户部的关田拍卖，你听说了吗？臣妾在冷宫什么也听说不了，殿下为什么问臣妾这个？你不知道？不知道。林璇，你知道吗？你撒谎的时候，眼睛会往右看。殿下说笑了，臣妾没有撒谎，所以没有往右看。朕知道你有事瞒着朕，但朕暂时不想追究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画的4万台图纸，工部的人很喜欢。沈琦说，照你的图纸件，可以省下至少50万两。臣妾只是想帮殿下省钱。林璇，你跟朕说实话，你到底在打什么算盘？殿下，臣妾只是想活着。活着？你在冷宫里有吃有喝，有人伺候，还想怎样？臣妾不该贪心。林璇，朕给你1个月的时间，1个月后司碗台要开工，开工那天，朕要你站在朕的身边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这座台的设计者，朕要让天下人都知道，这座台是为你建的，不是为苏婉建的。但你站在朕身边，他们就会以为是你。不站在他身边，要站在他前面。前世他耗尽国力修台，这一世我亲手建他，再用民心轻轻推倒。
阿阮，奴婢在。传信给周记，司宛台的石料供应让万盛来办。主子要赚修台的钱？不，我要在台里埋一根刺，让沈琦把最核心的承重柱换成劣质石料。主子要让他倒？不是现在，是3年后，在他最高的那一天。可如果被发现了？不会被发现，工期太紧了，工部不会一块一块验石料，只要沈琦不说，没人知道。主子，您比殿下更可怕，可怕也许是，但可怕总比死了好。主子，门缝里塞的，没有署名。沈琦，他主动约我，说明他已经想清楚了。今晚我要出去。主子，太冒险了。上次出去，皇子来冷宫的时候差点撞上，所以我更需要出去。我不能让他等。奴婢去安排。林氏，沈大人，大人亲自送信到冷宫，不怕被人看到？我送信的时候，赵虎的人刚好换班，冷宫周围的守卫我已经摸清了，每个人的换班时间、巡逻路线、打盹的习惯都记在这里。沈大人准备了这么多，不只是为了跟我喝茶吧？林氏，你为什么要修司宛台？殿下要修，我只是奉命行事。如果照你的方案建，可以省下50万两，但你知道是用什么换来的吗？沈大人是想告诉我，省掉的都是用民工的命换的。我不在乎。你不在乎？台总要修，但是你修，省银子少死人。我只是在做选择。你是想知道如何不再有第二座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寒门出身，20年才爬到侍郎，你不甘心天下永远被世家把持。那你呢？我也不能，但我们一起就可以。司宛台是萧景恒的棺材。什么？沈大人，这座台要花300万两，大前1年的税银才800万两。修完这座台，国库空了，百姓穷了，世家肥了。等到天下人都活不下去的时候，你觉得他们第一个会推翻谁？让这座台成为萧景恒的催命符，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你要造反？不是拨乱反正。萧景恒无道，天下人受苦，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失之，这是古训。可你是女人，沈大人觉得有什么区别吗？天下百姓只在乎有没有饭吃，有没有衣穿，能不能活着看到明天的太阳。谁能给他们这些，谁就是他们的皇帝。你想让我做什么？2件事：一，司外台关键承重柱换劣质石料，3年后它会塌。2，公布所有人事账目进度，每次上呈前抄一份给我。第一件事，如果被发现，我是死罪。不会被发现，工期太紧了，户部不会一块一块验石料，只要你不说，没人知道。第二件事，等于让我背叛朝廷。沈大人，你效忠的不是朝廷，是天下。如果你觉得萧景恒能让天下变好，你现在就可以走，当今天没见过我。我需要一个保证。什么保证？事成之后，你是不是皇帝我不在乎，但新朝的第1任工部尚书必须是我。他要证明寒门不比世家差。成交。主子，谈成了。谈成了，那就好。还有一件事，从明天起，你跟沈琦建立一条单独的联络线，不能让周记知道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为什么连周掌柜都不能知道？沈琦是我最重要的牌，个人分管不同事务，互不知全貌，一条线断不影响其他。那大公子知道多少？大哥知道我要做什么，但他不知道我怎么做。每个人都是我手里的棋子，棋子不需要知道整个棋局，只需要知道自己该走哪一步。那主子是什么？我是执棋的人，执棋的人最孤独。孤独，也许，但孤独总比死了好。主子，沈大人的第1份情报。工部师庄张有良管石料采购，探没3万两确定。阿阮，让周记查他家产、关系网，给予世家往来。主子要动他？不，我要用他。一个贪墨的官员能用吗？
越贪的人越好用，因为他有把柄，有把柄的人最听话。陛下，司宛台石料采购，臣建议由户部统一采购，通过臣指定的几家供应商供货，统一采购可以降低成本。臣有异议。说，户部指定的那几家供应商报价比市场价高出30%。同样的石料，京城本地的石料厂报价每块3000，户部指定的供应商报价4000。统一采购不仅没有降低成本，反而增加了开支。沈大人，你是在质疑户部的采购程序？下官不是在质疑程序，是在算账。户部报价高出30%，每年多花几十万两，这笔银子谁来出？沈琦，你的意思是户部在吃回扣？臣不敢妄加揣测，臣只是建议，石料采购应该公开招标，价低者得，这是最公平、最省钱的法子。准了，从明天起，司宛台的石料采购公开招标，工部负责，户部监督。这是我第一次在朝堂上公开反驳首辅王鹤鸣。从今往后，在萧景恒眼中，我不再是无足轻击重的工部侍郎，而是一条会咬人的狗。皇帝最喜欢这种。主子，沈大人在朝堂上跟王鹤鸣吵起来了。我知道。主子怎么知道？我让他去的。石料采购这块必须从王鹤鸣手里抢过来，谁控制了采购，谁就控制了工程的命脉。可沈大人得罪了王鹤鸣，会不会？王鹤鸣是老狐狸，他不会明着报复，但他会记着这笔账。沈琦以后在朝堂上的路不会好走。那主子为什么还要让他去？我要的不是沈琦平步青云，而是王鹤鸣举步维艰。他是世家领袖，一手遮天，但只要有人敢反对，他的权威就会出现裂缝，裂到所有人都看清他也会贪、会怕、会犯错。让沈琦继续挖他的贪墨线索，一次抖一点，让他疲于应付，没空盯着我们。奴婢明白了。主子，沈大人传信，王鹤鸣已经开始查他了，但查不到什么。让他最近小心，王鹤鸣不会明着来，但会在暗处使绊子。还有让他留意一个人，张有良。我要知道张有良是王鹤鸣的人，还是萧景恒的人。是。主子，沈大人回信了。张有良，王鹤鸣的门生，他的贪墨王鹤鸣知情，两人有利益往来。张有良每年孝敬王鹤鸣，白银5000两。阿软，让周记把张有良贪墨的证据匿名送到督察院，现在，但不是全部，只送一部分，3万两的那部分。督察院左都御史李端是个刚正不阿的人，他看到证据一定会查，让他查，缺口对账。王鹤鸣保得住人，保不住名，名臭后再抖9万两，他自身也难保。主子这一招是1石2鸟，不是1石多鸟。张有良倒了，沈琦推荐自己的人顶上，自己的人管采购，劣质石料的事就好办。张有良公布的是督察院弹劾他贪墨工程款3万两，查，给朕查清楚。是，慢着，查一下沈琦家世背景，最近跟谁走得近，越细越好。沈琦、林璇，这些碎片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，拼不出一个完整的图案。但我知道这些碎片之间一定有关系，只是我还没找到那条线。主子，沈大人传信，张有良被停职查办了，采购空缺，他有合适人选。主子，皇后要见你。皇后？她要见我？为什么？来传话的太监说，皇后想请主子去坤宁宫喝茶。去，为什么不去？主子不怕皇后，皇后又不能杀我，萧景恒都杀不了我，皇后算老几？去准备衣裳。臣妾林氏给皇后娘娘请安。起来吧，赐座。听说你在帮陛下修司宛台？臣妾只是画了几张图。只是画图？陛下在朝堂上说你心思精巧，匠心独创，工部侍郎专门上折子夸你，你只是画图。你知道陛下为什么要修那座台吗？臣妾不知。3年只来7次，每次坐坐就走，还说你长得不像他。本宫知道是苏婉，若他真死了，陛下为何还要修台？你若能出去，带上本宫。娘娘，您知道您在说什么吗？本宫受够了这座宫、这座城、这个男人，宁愿回太原做普通王家女儿，也不想再当皇后。可陛下不会放您走，所以本宫来找你。你是一个能在冷宫里翻云覆雨的女人，本宫知道你有办法，帮本宫。娘娘，臣妾暂时没有办法帮您出宫，但臣妾可以帮您做另一件事，让陛下多来坤宁宫。你能做到？臣妾可以试试，但不能保证。不管能不能做到，本宫都欠你一个人情。主子，皇后说什么了？她想出宫。什么？她出不去，但能当棋子。皇后出身王家，若站我们这边，王鹤鸣便投鼠忌器。
何况萧景恒越冷落他，他便越恨他，恨他的人越多越好。那主子打算怎么做？先给他一点甜头，让萧景恒多去坤宁宫几次，不需要太久，只要让皇后觉得我在帮她就够了。可主子怎么让殿下去坤宁宫？苏婉，萧景恒想知道苏婉的事，皇后可以帮他打听。皇后是王家的人，王家的情报网比我们的大，只要皇后告诉他王家在帮他找苏婉，他就会去坤宁宫。主子这一招是把皇后也拉进了局？不，是我把她架在了火上，她自己还不知道。一切都在按计划推进，但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。我需要留出余量，留出后手，留出当所有牌都打出去之后还能翻盘的那一张底牌。那口井很深，深到看不到底，因为我现在不怕了，井底不是终点，是起点。殿下怎么这个时辰来了？殿下喝口茶，暖暖身子。朕今天杀了一个谏官，他反对修台，朕砍了他的头。殿下后悔了？后悔？朕是皇帝，皇帝杀人不需要后悔。可殿下看起来像是后悔了。云轩，你知道朕为什么来找你？臣妾不知。因为全天下只有你不会对朕说假话，只有你对朕说真话。他信了我的假话，因为他需要一个不会骗他的人。殿下，臣妾说的话也不一定都是真的。但你不怕朕，你不怕朕，所以你不会因为怕朕而撒谎。朕有时候在想，如果当年娶的是你，会不会不一样？殿下说什么？朕说，如果当年娶的是你，不是苏婉，不是皇后，是你，你比她聪明，比她冷静，比她更知道怎么让朕舒服。娶我？他已经娶过我了。前世他娶了我，然后在洞房之夜递给我一杯至酒。可惜殿下喝多了。朕没喝多，朕今天只喝了一杯酒，朕清醒得很。那殿下应该回去休息。朕不想回去，朕就想坐在这里跟你说话。殿下，臣妾有一件事想问殿下，殿下为什么杀林家？朕说过，林家勾结南诏。殿下，臣妾想问的是真话。因为朕害怕。害怕什么？害怕你父亲，他是3朝元老，手里握着兵权，朝堂上有一半的人是他提拔的。朕每次看到他，都觉得他在看一个孩子，一个不懂事、不配坐龙椅的孩子。所以殿下杀了他。所以殿下杀了他。朕想削他的权，没想杀他，但他宁死不屈。朕对不起。对不起。前世我等了5年，等到死都没等到这3个字。现在他说了，但我不要了。殿下不用说对不起，臣妾不怪殿下。你真的不怪朕？不怪。为什么？因为怪一个人太累了。臣妾只想活着。云璇，朕会放你出去的。什么时候？等司婉台建好的时候，朕会在台顶设宴，请百官观礼。朕会让你坐在朕的身边，让所有人都看到你是朕最信任的人。殿下，臣妾等那一天。林璇，你恨朕吗？我恨他，恨是最后一张牌。等台倒那天，我会让他知道。阿软，奴婢在。萧景恒今天杀了一个谏官，查一下是谁，什么背景，家里还有什么人。主子要做什么？找到他的家人，给他们一笔银子，告诉他们他们的父亲、丈夫、儿子是为天下人死的，他的血不会白流。主子要借这件事民心。萧景恒杀人，我给抚恤，杀的人越多，我的民心越厚。奴婢明白了。还有，查一下萧景恒最近是不是又去见了什么人。他今天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，像是有人在背后教他。主子怀疑有人跟殿下说了什么？我不怀疑，我确定，萧景恒不是一个会反省自己的人。他今天说的那些话，对不起，害怕，朕错了，不是他自己的话。有人在给他灌输这些东西，会是谁？不知道，但一定是一个他能听进去的人。
也许是他每年3月去见的那个人，也许是苏婉，也许是别人，但不管是谁，这个人都在替我们做事。替我们？他在让萧景恒变得软弱。一个软弱的皇帝，比一个暴君更容易对付。对不起，换不回父亲的腿，林家的命，我前世的5年，这是最没用的3个字。阿软，把灯熄了吧。主子不画图了？不画了。今晚想早点睡。他不会放我出去，他放我那天，就是我报仇那天。快！阿软，你以前种过地？奴婢小时候在庄子上住过几年，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是林家的死士，以为就是个没人要的孤儿。庄子上的老嬷嬷教奴婢种菜，会种菜饿不死。皇后病了，是太医说是风寒入体，加上心气郁结，需要静养。皇后病了，是王鹤宁的棋。那主子打算怎么办？让他拉，拉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把这个送到坤宁宫，交给皇后。主子要教皇后怎么留住陛下？是让他来一次就会有第2次，第2次就会有第3次。等萧景恒习惯了去坤宁宫，皇后说的话他就会听进去。可皇后说的话都是王鹤鸣让他说的，所以王鹤鸣会越陷越深。他会觉得皇后是他的棋子，萧景恒是他的傀儡，整个朝堂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一个人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的时候，就是他最脆弱的时候。陛下，躺着吧。太医怎么说？太医说臣妾是心气郁结，需要静养。臣妾让陛下担心了。陛下，臣妾有一件事想跟陛下说。沈琦与林家无关，但王鹤鸣安插了眼线，查的是他是否跟您走得太近。你的意思是王鹤鸣在防着朕？臣妾不是这个意思。王鹤鸣是臣妾的叔父，他做的事，臣妾应该让陛下知道。你为什么告诉朕这些？王鹤鸣是你叔父。因为臣妾是陛下的妻子，妻子应该站在丈夫这边，不是站在娘家人这边。你变了。臣妾没变，臣妾只是累了，累了替叔父说好话，累了在陛下面前装笑，累了做一个不是自己的人。你好好休息，朕改日再来看你。陛下慢走。皇后，你说的话，朕会记着。林璇教我的，不只是怎么说话，是怎么让一个男人愿意听他说话。这个在冷宫里的女人，比我更可怕，也更值得合作。公布的是4万。皇后，朕以前很少来，是朕的不是。陛下日理万机，臣妾理解。以后朕会多来。主子，殿下今天又去了坤宁宫，还留下来吃了晚饭。主子怎么一点都不惊讶？有什么好惊讶的？一个男人在外面受了气，回家需要一个女人听他说。皇后以前不做这个，现在做了，她自然去。可皇后是王鹤鸣侄女，王鹤鸣的侄女不等于王鹤鸣。萧景恒需要自己人，谁让他觉得是自己人，他就是谁的人。让皇后继续当安静的听众，不必说王鹤鸣坏话。萧景恒自会得出结论，王鹤鸣与他作对，而皇后的心向着他。等他自己得出这个结论，王鹤鸣的日子就不好过了。陛下，臣有一折。关中大旱已持续1个月，灾民越来越多，臣建议削减司宛台的预算，将省下来的银子用于赈灾。王爱卿，朕记得你上次说司宛台是利国利民的大工程，怎么今天又说要削减预算？你到底是想修还是不想修？朕替你说，你不想修，从一开始你就不想修。你嘴上说没钱，心里想的是凭什么修，对不对？退朝。王鹤鸣在殿上跪了很久，起来的时候腿都软了。殿下这是怎么了？以前从来不会在朝堂上这样对王鹤鸣。因为他有人了。有人？以前他不敢动王鹤鸣，是因为朝堂上无第2人可用。王鹤鸣一倒，无人替他管户部，平衡世家。现在沈琦站出来了，工部不必再经王鹤鸣点头，他可以没有王鹤鸣了。所以他今天才敢当着百官的面给王鹤鸣难看。不是敢，是需要。他需要在百官面前立威，让所有人知道他还是皇帝。王鹤鸣只是一个臣子，不是太上皇。那王鹤鸣会怎么回应？王鹤鸣最善忍，但被逼到墙角必会反击。他反击之时，便是露出破绽之机。边关的捷报，陛下看了吗？一切尽在掌握。陛下辛苦了。皇后，朕觉得
这宫里只有你一个人是真心对朕好。两个女人都在演戏。萧景恒只信林璇，因为皇后是王鹤营的人，林璇是他的人。林璇赢的不是他的心，是信任，而我连信任都没有。阿软，传信给沈琦，让他在台基的核心位置留一个暗格。暗格？一个别人找不到，只有我知道在哪儿的暗格，里面放一样东西，一封诏书。诏书？萧景恒禅位的诏书。等台倒的那一天，我会当着天下人的面，从暗格里取出这封诏书，告诉所有人，这座台从一开始就是萧景恒为自己建的坟墓。可诏书是假的？真的假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天下人信。萧景恒，你信皇后吗？你不信。你信我吗？你信，但你信错人了。陛下石料采购的公开招标已经完成，中标的是京城本地的3家石料厂，报价均低于市场价1成，预计每年可为朝廷节省白银8万两。做得好，陛下。户部作为国库管理者，有责任监督每一笔银钱流向。臣建议设立户部、工部。不用了，4万台的事，朕亲自盯着。陛下圣明。沈大人，王首府刚才派人来找我了，说是请我喝茶。去了才知道他想干什么。但记住一件事，不管他说什么，你都不要答应，也不要拒绝，就是说容我再想想。王鹤鸣要收复方文进，方文进是沈琦的人，负责4万台的石料采购。王鹤鸣这一招是釜底抽薪，想把管采购的人变成他的人。那方文进会不会被收买？会。方文进的弱点是他的儿子，他儿子今年准备参加乡试，如果王鹤鸣能让他儿子中举，那主子打算怎么办？让他被收买，但听谁的由我们定。银子照收，石料采购照旧。王鹤鸣催问，就说正在安排，拖到材料进场，他换人也来不及了。再让沈琦查方文进儿子的宣誓资格，若拿到王鹤鸣干预科举的证据，我们就多一张牌。奴婢这就传信给沈大人。方大人。方大人，家父说方大人在工部熬了10几年，也该升一升了。王公子，下官只是一个6品主事，升不升的不敢想。不敢想你想，只要方大人没愿意替你想，家父有几个朋友也想参与，比工部招标的中标价低2成。低2成的价格，下官很难向上面交代。上面？沈琦他算什么东西？一个寒门出身的侍郎，没有家底，没有背景，能护几天？只要方大人把采购交出来，方大人儿子的乡试，家父包了。王公子，下官需要时间考。当然，3天。3天后，我等方大人的答复。沈大人，王鹤鸣要收返下官，下官没有答应，也没有拒绝。下官想听听大人的意思。方文进，你知道我为什么选你吗？下官不知。你我寒门出身，靠本事走到今天。王鹤鸣的银子虽能升官发财，但拿了便是他的狗。儿子的乡试，他今日能让你中，明日也能让你落。下官不想做狗，那就别做。林氏的意思是让你做双面间谍，表面上是王鹤鸣的人，实际上是我们的人。这是他给你多少银子你都收着，他让你办的事儿你拖着，拖到石料进场他就拿你没办法。沈大人，下官把命交给您了。不是交给我，是交给林氏，他保你不死。沈大人，下官已经回复王谦了，同意。这是王谦送来的2000两定金，下官留了一半，这一半是给林氏的，他用得上。这个女人连收买官员的钱都要从被收买的人手里赚回来。陛下，臣有本弹劾王鹤鸣3公子王酸强占民田5000亩，折子里写的清清楚楚，王酸一人占田5000亩，而经济灾民数以万计，5米下锅，田在王家恶淼在眼。臣不知朝廷之仁政是王家之仁政，还是陛下之仁政。陛下，臣的儿子虽然不孝，但绝没有强占民田，那些地都是通过合法拍卖购得的。合法拍卖？那些地被朝廷征用的时候，原主人拿到了多少补偿？每亩1000银子，1000银子购买什么？购买1碗粥。王首府，您吃的粥1碗也不止1000吧？够了，王咱的事交给大理寺查，查清楚了再说。退朝。主子，朝堂上出事了。李端弹劾王连强占民田。李端，督察院的那个李端。是。李队背后有人，主子觉得是谁？不知道，
但一定不是我们。也许是萧景恒自己的人，也许是其他世家在打压王家，也许是苏婉。是，让霆锋阁查一下李端的背景，还是一个下棋的人。如果你在谁走得近，最近你的目的是什么？帮萧景恒，杀萧景恒，还是另有图谋？王瞻罚银5000两，收回强占的1000亩田地，发回原主人。王鹤鸣教子无方，罚俸1年。臣领旨谢恩。罚银罚俸不足惜，惜的是萧景恒一次警告。王家一手遮天的日子到头了，有人背后捅刀，我定要找出他。阿软，朝堂上的裂痕已经撕开了，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不是撕得更大，是让王鹤眠自己把自己撕。怎么让他自己撕碎自己？恐惧。一个人恐惧的时候会做蠢事，让他恐惧，告诉他他身边的人都在背叛他。主子要让沈琪去说，不，让皇后去说。告诉陛下，王鹤鸣最近在查沈琪的背景，好提前准备对策。主子，这是诬陷。是诬陷，但只要陛下信了，诬陷就是事实。送出去，越快越好。陛下，臣妾的叔父最近好像很忙，每天都在见人，见了谁，臣妾不知道，但臣妾听府里的人说，他在查一份名单。什么名单？不知道，但臣妾觉得叔父好像在找什么人，尤其是对工部的事特别上心，特别是沈琪。沈琪，他在查沈琪，因为沈琪是我的人，在朝堂上替我办事。王鹤鸣查沈琪，等于在查我。朕知道了。林璇，你教我的话我说了，剩下的看陛下的了。传旨，沈琪升任工部尚书，原工部尚书王敏调问南京守备。老爷，宫里来旨意了，沈琪升任工部尚书，王敏大人调任南京守备。工部尚书，6部之首，沈琪一个寒门出身的侍郎，直接越过了3个资历更深的侍郎，这不是升官，这是萧景恒在告诉我，你输了。主子，沈琪升任工部尚书了。朝堂上的第一颗钉子钉进去了。接下来呢？接下来让王鹤鸣自己乱，他会开始怀疑身边的每一个人，怀疑皇后，怀疑他的门生，怀疑他的亲信，怀疑到了极致，他就会犯错，他会去找萧景恒求饶。但求饶的时候，他会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，比如他手里还握着萧景恒的把柄。主子怎么知道王鹤鸣有萧景恒的把柄？因为他是王鹤鸣，一只在朝堂上混了30年的老狐狸。他手里一定有什么东西，能让萧景恒投鼠忌器。那主子要找到那个东西？不，我要让他自己拿出来。主子，奴婢包了6个，3个红枣的，3个豆沙的。主子不吃。萧景恒不喜热闹，每年端午独处御书房，但他会来冷宫，因为外面无人听他说话。给你送粽子，宫里的御膳房包的，比你那个丫头包的好吃。殿下有心事。王鹤鸣跪着哭了1个时辰，说忠心，朕觉得恶心。恶心？他是当朝首辅，门生故旧遍天下。他哭着求朕的时候，朕在想他的眼泪里有几分是真的。殿下觉得呢？朕觉得1分都没有。他哭的不是朕，是他的首辅之位。他怕朕把他赶下去，所以他哭给朕看。殿下会赶他吗？暂时不会。他是首辅，赶了他，谁来替朕管朝堂？沈琪，他管得了工部，管不了天下。林璇，朕有时候觉得，朕可能真的不配做这个皇帝。殿下为什么这么说？朕做的事没有一件是对的。修台被反对，查贪官反受制，想做好皇帝却不知何为好，杀了谏官，明知修台劳人伤肺却停不掉，停了，人白死银白花，朕输不起。殿下，您没有错，错的是天下。殿下想做明君，可朝堂上全是贪官；殿下想修高地，可天下人只看到银子；殿下想找一个人，可那个人躲了殿下10年。不是殿下错了，是天下辜负了殿下。殿下只是被困住了。
困住了。被困在这座皇城里，被困在龙椅上，被困在皇帝这2个字里。殿下想出来，但出不来了。林璇，谢谢你。殿下不用谢臣妾，臣妾什么都没做。你听朕说话就够了。林璇，朕会放你出去的。等司婉台建好的时候，朕说到做到。阿软，主子，您刚才表演。萧景恒需要一个相信他的人，我就做那个相信他的人。他需要有人告诉他你没有错，我就告诉他你没有错。倒杯水，他需要哭，我就让他哭。可您说的那些话全是假话。天下辜负他，是他辜负了天下。他不是坏人，他杀林家100余口，不是坏人是什么？可他信了。他太需要一个相信他的人。真假已不重要。那主子接下来呢？接下来他会更依赖我，依赖到了极致，就会变成离不开。等他离不开我的时候，我要什么他就得给什么。阿软，你觉得我刚才应该哭吗？奴婢不知道。不该。我如果哭了，他会觉得我们在同一组。奴婢记住了。我没哭，只是红了眼眶。他会觉得我比他坚强。他需要坚强的人，不需要一起哭的人。去睡吧。殿下，你哭的时候有没有想过，林家被抄的那天，我父亲也在哭。他哭的不是首辅之位，是他的女儿还没嫁人就要死了。主子，后砖胶缝里发现的，不是我们的人放的。从西北到京城，快马加鞭需要7天。这封信在路上已经走了至少7天，也就是说，边军的粮草最多还能撑3天。3天后，10万边军要么饿死，要么兵变。那怎么办？传信给周记，让他立刻清点万盛商号在西北分号的所有存粮，全部调往边军大营。银子从京城钱庄走最快的汇遂，今天就要汇出去。今天？天已经快黑了。天黑前必须汇出去。还有，查一下这封信是谁送进来的。后墙的砖缝是我们跟外界联络的通道之一，但没有几个人知道具体位置。这个人知道，说明他在我们的人里面，或者他一直在盯着冷宫。主子怀疑有内鬼？不怀疑，只是需要知道。主子，周掌柜回信了，西北分号存粮3000担，已全部调往边军大营，银子5万两，已通过永昌强庄汇往西北，预计3天后到账。3000担粮只够10万边军2天，救急不救穷，但要让边军知道谁送的粮。传信周记，让他押粮去西北。周掌柜去西北，那京城的生意怎么办？生意暂时交给他的副手。西北的事比京城的事重要，10万把刀比10万两银子值钱。周记去了西北，可以代替我跟陆仓谈判。他知道我的底线在哪里。主子写了什么？陆将军见字如面。林家虽然倒了，但林家的银子还在。边军粮饷，林家全包，条件只有一个：将军的刀从今天起不再为朝廷而我。将军，粮仓空了。弟兄们已经开始杀马了，再这样下去，马杀完了就只能吃皮带了。派出去的3把信使一个都没回来，估计都被拦在半路上了。苏老范还不能打仗。将军，有一件事儿，有人在营外等了2天了，说是从京城来的，要见将军。末将看了一眼他带的物资，10几车粮食，几箱银子，够全军吃3天的。让他进来。将军不是不见任何人吗？那是以前，现在都快饿死了，还有什么不能见的？陆将军，在下万盛商号掌柜周记。林默呢？这是我家主子让我交给将军的。你家主子想要我的刀？不是想要，是租。主子说不是合作，是交易。林家出钱，边军出力，公平交易，银货2件。我10万大军在你家主子眼里就是一把可以租的刀。将军，10万大军在朝廷眼里连刀都不给，朝廷连粮都不给，将军还想指望讨什么？如果我不答应呢？那这些粮食将军还吃不吃？这是万盛商号在西北3个分号的地契，总值白银20万两。主子说把这些压在将军这里，如果林家食言，将军可以把这些地契换成银子，足够边军吃半年。不需要，
我陆仓做事认人不认气。你转告你家主子，他的刀我可以使，但他最好别骗我，骗了我，我这把刀会反过来砍他。将军的话，我一定带到。陆仓别无选择，只能答应，趁势让周记留在西北，把边军粮饷全从朝廷手中接过来，一揽子解决。全部？那要多少银子？很多，但值得。控制了边军的粮饷，就等于控制了边军；控制了边军，就等于控制了半个天下。还有一件事，让周记在西北找一个地方，一个有栀子花的地方。栀子花？西北那种地方能长栀子花？若有人精心养护，西北也能种栀子花。那是萧景恒与苏婉共有的基因。主子，大公子来信了。林一，林家死士的第1号，父亲从来没有提过这个人，竹牌上也没有他的名字，只有一个编号和一个被抹去的痕迹。如果他还活着，如果他就在西北，主子怀疑这个人就是林一。阿软，我要去西北。主子说什么？可主子在冷宫。我说我要去西北，冷宫困不住我。萧景恒要修司碗台，需要我画图纸，我可以告诉他，西北有一种石料最适合做台基，我要亲自去选，他会答应的。西北有我要找的答案，要握的刀，要赢的局。臣妾有一事相求。你从来不主动来找朕，今天怎么了？司碗台的台基需要一种特殊的石料，普通的青石硬度不够，时间长了会开裂。臣妾查过，西北有一种花岗岩，质地坚硬，最适合做台基。臣妾想亲自去西北选料，来回大约1个月。林璇，你是想去西北，还是想去见什么人？臣妾想去选料，司碗台是臣妾画的图纸，臣妾不想让它建到一半就开裂，殿下的心血不能白费。朕派人去选，不行吗？派别人去，他们不知道臣妾想要什么样的料。臣妾画了9层的图纸，每一层对石料的要求都不一样，这些没人比臣妾更清楚。这是出关的文电，交给林氏，沿途驿站凭此文卷通行。谢陛下。林璇，朕知道你去西北不只是为了选料，但朕不想知道你为什么去。只要你回来，继续替朕修台，朕就当什么都没发生。臣妾一定回来。主子，殿下答应了。答应了。收拾东西，明天一早出发。奴婢跟主子一起去。不，你留在京城。主子一个人去西北？不是一个人，周记和大哥都在西北接应。阿软，你必须留在京城，冷宫需人应付，沈琦的情报不能断，皇后的关系不能忘，听风阁也不能停，这些只有你能做。奴婢等主子回来。我会回来的。1个月后，你在这里接我。匕首带着，万一没有万一。林姑娘，这匹马脚力好，一天能跑300里，沿途驿站我都打过招呼了，会有人接应。赵虎，替我照顾好阿软。林姑娘放心。好心人，给口吃的吧。好心人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回去给你立长生牌位。你们从哪里来？西北来，边军跟鞑子打仗，我们村子被征了粮，家里1粒米都没了，只能出来讨。主子说过，每天往井里扔1块石头，就知道它有多深。我已经扔了快半年了，还没听到落地的声音。主子，京城的信。传信给阿软，告诉他王鹤鸣的病需要什么药，朝廷就给什么药，别让他死了。不让他死？不让他死，至少现在还不行。什么人？万盛商号的，给你们将军送粮食。什么人？万盛商号，林璇。你是林家的女儿？是我。你一个女子从京城跑到西北，不怕死？林家的人不怕死，只怕死的不值。哼，你比你大哥有意思。坐，说吧，你来西北
不只是为了送粮食吧？当然不是，我来是为了跟将军谈一笔交易，林家包边军的粮饷。从今天起，边军吃的每一粒米，花的每一文钱，都由林家出。条件是，将军的刀在关键的时候为林家而舞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你这是谋反。不是谋反，是拨乱反正。萧景恒无道，天下人受苦。将军的士兵在饿肚子，将军的刀在生锈。将军需要一个能让你吃饱饭，让你的士兵不打哆嗦的人。那个人不是萧景恒，是林家。哦，你凭什么说你能做到？你只是一个女人，一个在冷宫里的弃妃。凭这个，20万两压在将军这里。如果林家做不到，将军可以把这些换成银子，足够边军吃半年。如果林家做到了，将军的刀就不再是刀了。那是什么？是开国功臣的刀。我守边20年，换过3朝皇帝，士卒来了又走，伤残或阵亡，朝廷不闻不问。我不是效忠林家，而是为了兄弟们能吃饱饭，活着回家。谁做到这点，我就效忠谁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从今天起，边军的粮饷，林家全包。你不该来。我不是来找你的，我是来找那个人的。他已经走了。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他说时机未到，还不是见面的时候。他是谁？我不能说。我答应过他，不告诉任何人。学妹，你信我，这个人不是敌人。好，我不问。在这座石料厂里藏一个人，我的人。以后司宛台需要石料的时候，这个人会在每一块运往京城的石料上做记号，哪些是好的，哪些是劣质的，只有我知道。是。林玄，有一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将军请说。你大哥在西北见的那个人的事，你最好别查。为什么？因为查到了，你可能就不想当皇帝了。主子，您终于回来了。京城有什么事？大事，殿下在您走后的第3天下了一道旨意，司宛台的工期从1年压缩到8个月。殿下说今年除夕他要登台祭天。8个月，萧景恒等不及了，我也等不及了。走，回宫。阿软，从今天起，不用再往井里扔石头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知道它有多深了。这座台正在一天长高，而在它的阴影里，一个新的王朝正在破土而出。赵副将，弟兄们问，今天还有吃的吗？有，再等等。那是对手最可能突破的位置。如果对手这个时候打过来，我的护卫连兵器都举不起来了。有人求见。谁？说是从京城来的，姓林。让他进来。这是5000担粮食，够所有人吃10天。10天后呢？10天后，第2批粮食会到，以后每个月都有。林家包了。进来谈。 10年前，你在南京战场上把我丢下，自己跑了。是。那时候我接到命令，要护送一个人撤走，那个人的安危比我的重要。什么人？你来西北不是来表达歉意的吧？不是，我来替他送信。你妹妹？ 是，她一个在那里的女人，哪来这么多银两？林家的银两，朝廷收走的只是一小部分，
大头早就转移了。你知不知道，你这是在让你妹妹走上不归路？不是走上不归路，是自保。林家不反抗就没有活路，我妹妹不反抗就没有出路。既然横竖都是绝境，不如奋力一搏。你看看他们，10万大军，饿得像一群乞丐。朝廷不管他们死活，林家来了，你说我应该怎么选？将军心里有答案了。告诉林玄，粮饷我收下，兵器我暂时握着。但如果有一天我发现他只是在利用我，那一天不会来，因为他不需要利用你，他只需要你做一个务实的人。谁给你们粮饷，你们就听谁的。这不是背叛，是生存。林墨，你到底在怕什么？你妹妹在京城离皇帝那么近，你不怕她出事？你来西北面对10万大军，你眼睛都不眨一下。但你刚才说到那个人，你的眼睛里有恐惧。这不关将军的事。是不关我的事，但我要知道我在跟谁合作。你妹妹在京城，你妹妹的那个人在西北，你们兄妹俩到底在布什么局？将军，有些事知道的越少，活着越久。这是我妹妹给将军的，这个布阵跟我自己推演的一模一样，她怎么知道？她有她的消息来源。替我转告她，这张图比1万担粮食都值钱。主子，西北来信了，传信给大哥，让他继续留在西北，陆仓那边粮饷不能断。另外，让他查一下西北有没有一个种栀子花的地方。主子还怀疑苏婉在西北，是确定，因为大哥怕的人如果不是苏婉，那就只有一个人。林家死士的第1号，父亲从来没有提过这个人。让周记查一下林家氏的来历，最早那一批是谁主招募的？从哪里募？现在还有谁活着？奴婢这就去查。父亲，你到底在瞒我什么？07、01，那个被抹去的编号到底是什么？这是我妹妹给将军的，这个布阵跟我自己推演的一模一样，她怎么知道？她有她的消息来源。替我转告她，这张图比1万担粮食都值钱。主子，西北来信了，传信给大哥，让他继续留在西北，陆仓那边粮饷不能断。另外，让他查一下西北有没有一个种栀子花的地方。主子还怀疑苏婉在西北，是确定，因为大哥怕的人如果不是苏婉，那就只有一个人。林家死士的第1号，父亲从来没有提过这个人。让周记查一下林家氏的来历，最早那一批是谁主招募的？从哪里募？现在还有谁活着？奴婢这就去查。父亲，你到底在瞒我什么？07、01，那个被抹去的编号到底是什么？这一切都是因为林家，不是因为朝廷，不是因为我陆仓。是因为一个在冷宫里的女人。我妹妹的信。你妹妹说话比我认识的任何一个男人都直接。她不喜欢拐弯抹角，拐弯抹角浪费时间，浪费时间就是浪费命。林墨，你怕不怕死？那你妹妹呢？怕，但她更怕死的不值。你妹妹在信里说让我不要试探林家的底线，我现在就在试探。你告诉我，林家的底线到底在哪儿？林家的底线就是我妹妹，她活着，林家就在；她死了，林家就亡。将军如果想试探，这是唯一的答案。好，交易从今天起，边军的粮饷林家全包，关键的时候。我的刀为林家而握。将军不问问关键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不需要问。你妹妹是个聪明人，聪明人不会让刀生锈。她说关键的时候，那就一定是关键的时候。西北的刀握住了，接下来让这把刀别生锈。
送去西北，越快越好。主子，达子真的会南下吗？会，每年秋天都会，今年也不例外。但今年不一样，今年朝廷没钱没粮没兵，达子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那主子是要借达子的手？借达子的手逼朝廷求陆仓。陆仓入京的那一天，就是萧景恒把刀递到我手上的那一天。大人，王鹤鸣那边又在催了。他说，如果我们再不把采购纠权交出去，他就要在朝堂上弹劾大人。他拿什么弹劾？他说大人收受了石料厂的贿赂。方文静，你知道林氏在西北找到的那座石料厂是谁的吗？不知道，是王鹤鸣的。他在西北有一处矿产，一直瞒着朝廷偷偷开采。林氏跟他说，那座矿不适合做司碗台的台基，所以他选的是旁边另一座，那一座才是我的人。大人的意思是，王鹤鸣的矿被林氏抢了，他现在急着要回采购权，不是要控制司碗台，是要控制石料的来源。他的矿被林氏劫了，出产的石头运不出去，他要借采购权把那些石头变成司碗台的石料，才能变现。那大人打算怎么办？拖到他的矿彻底废了，拖到他的银子烧光了，拖到他跪下来求我。回信告诉叔父，让他好好养病，朝堂上的事少操些心。娘娘不帮王首府说话？不帮。本宫帮了他3年，他给过本宫什么？什么都没有。本宫在宫里受冷落的时候，他在哪儿？他在朝堂上当他的首辅。那娘娘准备一份厚礼送到冷宫，不要说谁送的。是。主子，坤宁宫送来了一份礼。收起来。主子不带？不带，这是皇后的人情债，戴在手上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欠了别人的。主子，还有一件事，听风阁查到了林家死士的来历。说。第一批死士一共12人，是在林家老爷子那一辈招募的，其中有一个人名字不在名册上，只有一个代号01，他负责的领域是林家所有的对外情报。他去了西北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01在西北，苏婉在西北，大哥在西北怕的那个人也在西北。西北到底藏着什么？继续查。是。小伙子，你找谁？这里住的是什么人？一个女人，住了10年，平时不怎么出门，也不跟人来往。半个月前突然走了，走的时候什么都没带，只带了一个包袱。她长什么样？看不清。她出门都戴着围帽，遮着脸，但听声音年纪不大，30来岁。她走的时候有没有说去哪儿？没有，但他走之前的那天晚上，有一个骑马的人来找他，2个人在屋里说了很久的话。第2天他就走了。骑马的人长什么样？天太黑，没看清，但那人骑的马是军马。谢大爷。苏婉往西走了，不管她去哪儿，我都要找到她。因为学妹说了，追上之前不要停。找到了吗？没有，人已经走了，往西进了大漠。沙漠，那边是达子的地盘。一个女人去那种地方找死？我妹妹的信。你妹妹知道我们之间的事，她什么都知道。10年了，我一直在想，如果当年你没有跑，我的300个弟兄是不是就不会死？那300个人我也认识，他们是我的兵，我带他们上战场，我答应过带他们回家，但那天我接到命令，
保护一个人撤走，那个人比300个人的命都重要。什么人比300条命还重要？你妹妹，还是你林家那个见不得光的秘密？将军该恨的不是我，该恨的是把你派到那个地方去送死的人。你妹妹说恩怨两清，怎么清？将军想怎么清？我想让你把那300个人还给我，你能吗？不能，所以没有什么恩怨两清。这笔账我会记一辈子，但我不会因为记这笔账就不要林家的粮饷。我的兵要吃饭。将军是务实的人，我是。你回去告诉你妹妹，旧怨归旧怨，交易归交易。我恨你，但不恨林家的银子。只要银子不断，刀就不会断。那300个人，我也欠他们的，这辈子还不了，下辈子还。主子，陆仓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陆仓是纯粹的务实者，好用却不忠。银子能买他，也可能被别人买走，必须制衡。让周记在西北另找一位有野心、能取代他的将领，暗中接触收买，成为制衡的第2把刀。主子要防着陆仓，不是防他，是让他明白自己并非不可替代。萧景恒被王鹤鸣牵制多年，正因侯者自恃无可替代，我不会重蹈覆辙。主子，大公子来信，苏婉的线索断了，大漠太大，找不到，但找到了一样东西，在他住过庄子里，墙缝里塞着一张纸条，纸条上写着一个名字：林一。主子，林一是……苏婉庄子里藏着林一这个名字，他认识林一，林一认识他，亦或他本就是林一？不，她是南诏公主，林一是林家死士，绝非同一人。我要确定。传信大哥，将那张纸条原封不动送回，我要鉴定笔迹。主子怀疑？我不怀疑任何事，我要确定。工期再压缩1个月，除夕登台，劣质石料可按计划使用，不会被发现。萧景恒在催，催得越急，死得越快。他以为自己在追时间，其实是在追自己的死期。让沈琦中断联络。司婉台进度报公布，萧景恒看到便知。再让皇后多提王鹤鸣的不是，转移他注意力。是。你妹妹让我准备秋季鞑子南下的事，但我有一个问题，她凭什么让朝廷答应？入京之后，我的兵不归兵部管。凭萧景恒怕你，你是大前最能打的将军，手里有10万边军，鞑子南下，满朝文武没人能挡得住，只有你能。萧景恒再糊涂也知道这一点，所以他不敢不答应你的条件。你妹妹把萧景恒看得很透，他看了他5年。5年？将军，你怕什么？我怕什么？我怕我的兵白死。我跟了朝廷20年，朝廷把我当抹布，用完了就扔，脏了就洗，洗不干净就换一块。我的兵死了，朝廷连抚恤银子都不给，我怕他们白死了。他们不会白死，因为有人会记住他们，有人会替他们报仇，有人会让那些害死他们的人付出代价。林默，你妹妹到底是什么人？玄妹是什么人？她是林家的女儿，她是冷宫里的弃妃，她是要把整个天下翻过来的人。陆将军，咱家有礼了。黄公公，朝廷眼下军饷周转不灵，陛下记着您的功劳，特命我来将军械战马先运一批回京，日后补上。边军的军械是守边用的，运走了，鞑子来了怎么办？陛下说了，将军多虑了。陛下怎知鞑子不会来？陛下有陛下的消息来源，将军只管照办就是。黄公公远道而来，辛苦了，先歇一晚，明天再说。好说好说。将军，那个太监是来抢东西的，将军打算怎么办？我知道。将军，林公子求见。将军看看这个。就地减职，押解回京。将军，朝廷这是要把我们往死路上逼。你妹妹怎么说？这是我妹妹传来的密信，将军已经反了。从收下林家梁秀的那一天起，将军的刀就不再为朝廷而握。现在朝廷来抢刀，将军要么把刀交出去，要么
把来抢刀的手砍断。赵铁山，明天早上把全军集合。将军，我说了，集合。今天把弟兄们叫来，是因为朝廷来了旨意，西北边军9处战阵军械过余。将军，这是着黄忠全权处置，将边军库存军械、战马悉数办回京城，以备司宛台攻城之用。若陆仓不从，就地解职，押解回京。凭什么？我们在这里卖命，朝廷要来抢我们，比我们的命！将军，你这是……黄公公，这道密旨你看过吗？看过。那你知不知道边军的军械和战马运走了，鞑子来了怎么办？陛下说了，鞑子今年不会来。黄公公，你在京城待了几年？10几年。10几年没上过战场，你告诉我说鞑子不会来？这是3天前收到的边关急报，鞑子已经在黑风关外集结了5万骑兵，他们不是今年不会来，他们马上就要来了。黄公公奉旨来西北运军械，辛苦了，但鞑子马上就来了，军械不能运走。你回去告诉陛下，不是，你不用回去了。将军，黄忠，你身为钦差，假传圣旨，意图动摇军心，罪当斩。我没有。弟兄们，朝廷不给我们粮，我们自己找粮。不听朝廷的，不听朝廷的。你让我砍的刀，我砍了，剩下的看你的了。将军杀了钦差，朝廷不会善罢甘休。我知道，妹妹说过，杀了钦差就等于交了投名状。从今天起，我跟朝廷彻底断了。将军后悔吗？后悔？我最后悔的是10年前没有听你妹妹的话。14岁，但她已经比你我都清醒。她看她来军布防，说了一句话：西北的兵不是在守边，是在等死。学一个小丫头懂什么？现在我懂了，能管西北的只有西北自己。林默，你妹妹要的不只是我的刀吧？将军想说什么？她要的是天下，她想当皇帝。她看我的眼神是看棋子的眼神，我不介意当棋子，只要她给得起价钱。来，敬你妹妹。陛下，西北急报。他杀了朕的钦差，西北不听朝廷的了。陛下息怒，你让朕息怒。朕要去冷宫。臣妾给陛下请安。你自己看。陛下想听臣妾说什么？朕想听你说，这件事跟你有没有关系？有关系。你再说一遍。臣妾说有关系。陆仓的粮饷是林家给的，臣妾让万盛商号给西北送了粮食，臣妾让兄长去西北见了陆仓，臣妾告诉陆仓，朝廷靠不住，林家靠得住。为什么？因为臣妾不想死。朕说过不会杀你。但林家其他人呢？父亲腿断，兄长东躲西缠，臣妾不想这样活着。所以你就勾结边军要造反？臣妾只是找活路，谁给活路就听谁的。你的意思是朕没有给你活路？但陛下的活路太窄了，窄到臣妾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掉下去。臣妾不想掉下去，所以臣妾自己把路修宽。林轩，你知道朕现在应该做什么？杀了臣妾。对，杀了你。你勾结边军，意图谋反，株连9族都不为过。那陛下为什么不杀臣妾？出去。陛下，出去！陛下他现在需要我，司宛台没我不行，苏婉的消息没我不行，他越恨我就越离不开我。看着他这番认真的模样，莫非朕当真是做错了？将军，弟兄们，朝廷不要我们了，我们也不稀罕朝廷。从今天起，西北边军不挂龙旗，这面旗叫芒旗。因为朝廷看不见我们守边20年，死了无数弟兄，饿着肚子的苦，所以我们挂一面他们同样看不见的芒旗。从这一刻起，西北边军不再是朝廷的军队，它是林家的私产，是林玄手中的刀。主子，西北来信。他不会动西北，他没有兵，禁军只有3万，要守京城不敢调走，其他的藩镇兵他调不动，他只能忍。忍到什么时候？忍到司宛台建好。他以为司宛台是他的救命稻草，等台建好了，他就可以站得高高的，让天下人都看到他还是皇帝。他不知道，台建好的那一天，就是他掉下来的一天。
怎么都不说话？沈琦，臣在。司宛台的进度怎么样了？回陛下，第4层已开始搭建，预计11月底封顶，12月完成内部装饰，除夕登台没有问题。加紧除夕登台，朕要让天下人都看看，大钱还在，朕还在。臣遵旨。萧景恒没有提西北的事，没有提陆仓，没有提林玄，他提了司宛台，他在用司宛台转移所有人的注意力，包括他自己的。陛下在硬撑，司宛台是他最后的稻草，抓紧。阿软，传信给沈琦，司宛台第4层的梁柱用我们的人工的石料，那一层的承重最大，劣质石料埋在这里效果最好。是。还有，传信给大哥，让他从西北回来，西北有陆仓在，不需要人在旁边盯着。京城需要的是。萧景恒，黄忠赴死之时，可曾料到？今日他的结局，便是你来日的下场。主子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朝廷记录的护市关税，上个月是8600两，但实际交易额至少是这个数的10倍。差额去哪儿了？被官员贪了？贪不了这么多。8600两和86000两，差了整整8万两。边关的官员再贪，也不敢贪出10倍的数字。唯一的解释是，朝廷根本不知道实际交易额是多少。那朝廷怎么定关税？靠边关员报，报多少就是多少。但边关官员报的数字不是真实的交易额，是他们想让朝廷看到的数字。那真实的交易，朝廷看不到，看不到也管不了，这就是机会。周记，从今天起，万盛商号全面接管边境护市的定价权，盐、铁、茶、布4样东西的买卖价格由我们定，边军充当保护伞，确保我们的商队在所有关口畅通无阻。主子，这是走私，这叫合法走私。边军是我们的，关口是我们的，定价权是我们的。朝廷在边境连个眼线都没有，他们拿什么查？奴婢这就传出去。诸位，从今天起，万盛商会统一收各位的货品，价格比市场价高半成，有多少收多少。掌柜的，你们收皮货，收上等皮货，每张加1000银子。那我的货全卖给你们。好说好说。我们的货你们收吗？收，但价格我定。多少？比市价低2成。低2成？你们这是趁火打劫！兄弟，你可以不卖，但你不卖，你的货带回去，下个月再来，还要喂马、吃饭、交关税，算下来亏得更多。卖给我，至少不亏。卖。你妹妹说过，这不是合作，是交易。我现在信了。将军信什么了？护市这一块，以前朝廷1年收不到10万两关税，现在你妹妹1个月就能赚到这个数。她吃肉，边军喝汤，汤很浓。将军满意就好。我满意有什么用？我的兵满意才是真的。他们以前饿肚子，现在吃饱了，这就是最大的满意。沈琦，你以为你帮林氏藏得住？来人，大人，去查一下万盛商户在西北的商队走的是哪条路，用的是谁的人护送。是。12000两，1周1个月就是将近5万两，1年就是60万两，比朝廷从护市收的关税多了6倍。主子，这么多银子怎么运回京城？不用运，留在西北，一部分给陆仓发军饷，一部分在当地买货，一部分通过钱庄汇聚。银票比银子好藏，也好运。那朝廷那边？朝廷看不到，沈琦已经帮我们做好了账，护市的关税记录、边关的军报、户部的收支，全部对得上。除非有人去西北实地查，否则永远不会发现。但有人已经在查了。谁？王鹤鸣，他在西北有眼线，知道护市的真实情况。他现在不敢弹劾，因为没有实证，但他会找。从今天起，所有的货品走西北往东300里的那条路荒了10年，也没人查。
掌柜的，这条路太破了，货颠坏了不少，能不能走好路？好路有朝廷的人，你想被抓自己去，别连累大家。成了。主子，奴婢有时候觉得您做的这些事儿根本不像是人能做到的。什么意思？您好像每一步都想好了，下一步，下一步，下一步。别人还在想今天做什么，你已经把下个月的事都安排好了。不是我想好了，是我必须想好。走错一步就是死，我不想死，所以我不走错。主子不会死的。阿软，你觉得萧景恒会怎么死？我想过很多种，奴婢没想过。老死的，被人杀死的，自己摔死的。但我最想让他死的是一种方式。什么方式？绝望，让他眼睁睁看着自己建的东西倒掉，看着自己信任的人背叛，看着自己守护的江山易主，什么都做不了。那种绝望比任何死法都痛苦。娘娘，王家送来的。不是好人，他当然不是好人。好人在冷宫里活不过3天，正因为他不是好人，才能让自己在这座深宫里活得像个人。娘娘，王首府毕竟是为了娘娘好。为了我好。他让我嫁给萧景恒的时候，这是为了王家好。他让我在陛下面前替他说话的时候，说是为了王家好。他什么时候说过为了我好？从来没有。把信烧了，告诉送信的人，以后王家的信不用送了。南边来的人要见你，让他们过来。周掌柜，久仰。阁下是？在下姓孟，单名一个利字，从南诏来。孟老板千里迢迢从南诏来西北，辛苦了。500匹战马，滇马。对，南诏独有的滇马，个头不大，但耐力极强。你从南诏运500匹马来西北，要穿过大前的腹地，沿途的关卡你怎么过？过不了，所以需要周掌柜帮忙。我能帮什么？万圣商后在大前各省都有分号，通关文牒、路引、关税，你们有的是办法。只要周掌柜点头，这500匹滇马半价卖给你们。孟老板，你们南诏人为什么要帮我们？不是帮你们，是帮我们自己。怎么说？南诏北边是大前，南边是蛮族。蛮族这2年越来越强，南诏王需要银子扩军，卖马是来钱最快的。卖给鞑子太远，卖给你们正好。主子，出什么事了？南诏人要卖马。卖马？卖给谁？卖马？卖给谁？卖给我们。500匹滇马，半价。半价？他们图什么？图银子。南诏北边的蛮族崛起很快，南诏王需要银子扩军，来钱最快的就是卖马。可他们为什么要卖给大钱？大钱是他们的敌人。正因为是敌人才要卖，把马卖给敌人，敌人就不会打你；不卖，敌人也会从别的地方买。与其让敌人从别人手里买，不如从自己手里卖。3成价，他们会答应吗？他们会，因为除了我们，没有人能一次吃下500匹战马。鞑子买不起，其他商人不敢买，只有万盛有钱有路有背景，他们没得选。奴婢这就传出去。周掌柜，上面怎么说？买500匹全买，但价格半价，我们说好的3成价。3成？周掌柜，你在开玩笑？我从不开玩笑，3成价。你们的马我们全包，以后有多少收多少，条件只有一个，从今天起，南诏的马只能卖给万盛。周掌柜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
周掌柜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3成价，我们连成本都收不回来。那你们就别卖，你们的马不卖给我们，还能卖给谁？达子，他们今年秋天还在跟你们打仗，朝廷连边军的军饷都发不出来，哪有银子买马？其他商人，谁有本事一次吃下500匹马？我不是在压你的价，咱们都是在刀口上讨生活的人，互相体谅。你3成价卖给我们，我们帮你打大钱的通关关卡，以后你的货在大钱境内畅通无阻。3成价太低了，4成，这是底线。孟老板，还有一件事，你们的马走哪条路运过来？走南诏北边的山路，进大前西南，然后一路北上。不行，那条路太远、太险、太容易被劫，改道，从南诏东边走，进湖广，然后北上。南诏那边来信了，好消息，500匹滇马已交付，4成价，交易完成。还有，听风阁在南边的眼线传回一条情报。什么情报？南诏王最近频繁召见一个神秘人物，此人穿着大钱的服饰，说大钱官话，没有人知道他是谁，但南诏王对他毕恭毕敬。什么人能让一国之君低头？主子怀疑跟苏婉有关。是，南诏是他故国，他活着就一定有联系。南诏王知道他在哪儿，我确信。将军，这马好，跑得稳，耐力强，比咱们原来的马强多了。赵铁山，副将在。这些马先别分到各营，集中起来编营，单独编营。这500匹马，配上最好的兵，练一支快速反应的旌旗。将军要练一支飞军，不是飞军，是林子军。阿阮，来了3份密报。第一份，周记，500匹滇马已交付，4成价，交易完成。第二份，沈旗司宛台劣质石料已按计划埋入，那座台的地基是劣质的石柱，承重柱里藏着裂纹，最高处的梁架上刻着一行无人注意的小字，只有我知道。主子刻了什么？还没想好，也许写萧景恒之墓，大钱亡于此，也许都不写，让倒下的废墟自己说话。第3份呢？第3份，听风阁。南诏王频繁召见的神秘人物身份初步锁定，此人曾是大钱官员，姓莫名，已死多年。姓莫名，已死多年？让听风阁继续查，我要知道这个人的名字。是。陛下，臣弹劾万盛商号走私敛财，扰乱边贸，图谋不轨。沈琦，你工部跟万盛商号有无往来？回陛下，司宛台的石料采购是公开招标完成，万盛未投标，臣与他们无往来。那万盛在西北的事你知道吗？臣不知，臣只管工部的事，边贸的事归户部。陛下，臣弹劾的是万盛商户，不是沈琦。够了，万盛商户的事交给大理寺查，查清楚了再说。退朝。主子，大理寺在查万盛，让赵谦查，查不出什么。万盛的所有账目都是干净的，走私的钱是边军的账。大理寺查万盛，查不到边军。那大理寺如果查边军呢？大理寺没有资格查边军，没有陆仓的允许，大理寺的人进不了边军。赵谦就算想查，也查不到。王鹤鸣这一步走错了，他弹劾万盛，等于告诉萧景恒他在盯着边贸。萧景恒会想，一个首辅盯着边贸，想染指护市的利润。主子的意思是，王鹤鸣在自掘坟墓，萧景恒自会动弹。周掌柜，你上面的那个人到底是谁？孟老板，有些事儿知道的越少，活着越久。你说的对，我不问了。麻烦你转告上面的人，愿意跟你们长期合作，不只是马，还有什么？铁矿，南诏有铁矿，我会转告的。南诏愿意长期合作，不只是马，还有铁矿，全部吃尽。
11月护市如常，边境无事，关税如数上缴。周掌柜，将军说这是上个月的护市统计，让您过目。上月护市万盛净利18000两，分文不少，已入账。另达子那边下个月要多送5000斤茶叶，他们说入冬后奶茶不够喝。告诉将军，茶叶的事儿我来安排。大钱的国库正在被我一点点抽干，不是用刀，是用算盘。第一份，周记，护市上个月净利18000两，已全部汇入万盛总号。第二份，沈琦，司宛台第4层梁柱已立，劣质石料按计划使用，无人察觉。第三份呢？听风阁，户部侍郎孙谦近日频繁出入聚宝坊，输赢巨大，疑似被萧景恒的赌场喂养。孙谦，王鹤鸣停职后代行首辅之日的那个？他不是王鹤鸣的心腹，只是一个听话的棋子。王鹤鸣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，这种人最好对付，给他一点压力，他就会自己倒。阿软，奴婢在。传信给周记，让他把护市的账目再做得精细一些，关税的数字下个月再压低3成。再压低3成，那朝廷收到的关税岂不是只有几百两了？几百两听起来更像真的，8600两太整了，一看就是编的。几百两零零碎碎，反而没人怀疑。奴婢明白了。还有，让沈琦盯着朝堂上的动静。孙谦收了萧景恒的银子，迟早要在朝堂上替萧景恒办事。我要知道他办的是什么事。主子怀疑萧景恒要用孙谦？不是怀疑，是确定。王鹤鸣停职了，萧景恒需要一个人在朝堂上替他挡箭。孙谦是户部侍郎，管着钱袋子最合适，但他不会白替萧景恒办事，萧景恒一定给了他好处。陛下，户部上个月的税银汇总已经出来了。多少？61万两。怎么少了这么多？以前至少80万两。回陛下，江南的税银还没到，湖广的税银在路上，西北的税银收不上来。西北收不上来，朕知道。江南和湖广呢？为什么还没到？陛下，臣以为当务之急不是追究税银为什么少了，而是想办法补上缺口。国库空虚，禁军的军饷，百官的俸禄，司宛台的维护，处处都要银子。你有什么办法？加商税。陛下，商税加不得，那些商人背后都有世家。世家？朕是皇帝，还是世家是皇帝？臣不敢。朕问你，户部上个月从户上收到了多少关税？回陛下，1200两。1200两，西北护市一年到头就收1200两。陛下，边关的护市规模不大。不大，朕怎么听说西北护市上个光茶叶就卖了上万两？上万两的交易，关税只有1200两。孙谦，你当朕是傻子？传旨，从明天起，户部派人去西北实地核查护市关税，查清楚了，把漏掉的税银全部补上。臣遵旨。实地核查，萧景恒派的人连西北都进不去，那里是陆仓的地盘，是芒齐的天下，没有陆仓的允许，一只朝廷的苍蝇都飞不进去。萧景恒要查西北护市，已派户部官员，他们进不去。主子笑什么？进不去？何止进不去，就算进去了，也查不到，因为万盛的账本是假的，边关的报税是假的，连护市的交易记录都是假的。真的那份在冷宫的炕洞里。传信给周记，让他把护市的摊子收一收，最近低调一点，别让朝廷的人抓到把柄。主子担心朝廷真的查出来。查不出来，但样子要做，让萧景恒觉得他在查了，在管了，在做事了。一个人觉得自己在做事的时候，就不会去想自己做的事有没有用。陆将军，朝廷要派人来查护市了。我知道，萧景恒的旨意昨天就到了，兵部转来的，让西北边军配合户部官员核查护市关税。将军打算怎么配合？配合？我配合他个屁！西北是芒齐的地盘，不是朝廷的地盘。户部的人赶来，我就让他们在边关喝1个月的风，连护市的影子都看不到。主子说不要硬拦，让他们进来。进来，但什么都看不到。这是护市的地形图，护市设在镇外3里处的空地上，
四面都是旷野，没有任何遮挡。朝廷的人来了，远远就能看到。但主子说让他们看，但看不清。怎么看不清？等他们来的那天起风沙。你能控制风沙？我不能。但西北的冬天十有八九都有风沙，选一个有风沙的日子让他们来。风沙一起，10步之外什么都看不清，他们只能站在风沙里吃土，什么都查不到。你主子是个疯子。将军说的对，但他是个有办法的疯子。下官奉旨核查护士关税，请陆将军行个方便。马大人辛苦了，但今天有风沙，护士没开市，马大人先歇一晚，明天再说。谢将军。这风沙什么时候能停？大人，听说西北冬天就这样，等吧。你这批货卖了多少钱？大人，您是谁？我是朝廷的人。大人，在西北，朝廷说了不算。西北护市规模有限，关税数额属实，并无瞒报。朕知道了。陛下，要不要再派人去查查？不必了。西北是陆仓的地盘，是芒齐的天下，朝廷的手伸不进去。假装不知道，就不用面对；不用面对，就不用承认自己输了。户部官员已回京。奏称护市关税属实，无人发现。成了。主子，朝廷真的不查了？不查了，不是不想查，是查不了。萧景恒知道查不了，所以他选择不查。人都是这样，面对解决不了的问题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假装问题不存在。大钱的国库已经被我抽干了，接下来该抽他的骨头了。骨头？民心。萧景恒的民心就是大钱的骨头，骨头抽走了，架子就散了。乾元4年腊月，大钱国库实存银12万两，护市关税征收1200两，万盛商号净利18000两。降血，像无数民夫的血，像林家死去的上百口人的血，像这座帝国正在一滴一滴流失的血。将军，弟兄们的士气从来没这么高过。我不再叫他林氏了，坐在冷宫里，没兵没剑，可护士是他的，棉袄是他的，达子的命门也捏在他手里。我带了一辈子兵，头一回认识到什么是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。粮食还够吃多久？账上还有那边还在进账，每个月的利润够买2个月的存粮食。只要护士不停，粮就吃不完。护士不会停，达子要吃饭，我们要马，南诏人要银子，三方都要。陆将军，这是南诏铁矿的样本，主子说让将军看看成色。这矿能炼出好铁，你主子打算怎么用？将军，燕印的事不急，明年春天就要推行了。到时候天下所有的铁器买卖都要经过朝廷特许，但朝廷的铁矿不够，他们必须从外面买。从谁手里买，谁有矿，谁就是铁器专营的主人。你主子要垄断大钱的铁器？不是垄断，是要握定价权，就像护士一样。价格由我们定，朝廷只能接受。朝廷凭什么接受？因为朝廷没有选择，大钱的铁矿快挖完了，朝廷想买就得通过万盛，万开开什么价，朝廷就得付什么价。哼，你主子这是在掐朝廷的脖子。将军说对了，主子说掐脖子的手不能只有一只，护士掐一边，铁器掐一边，边军掐一边，3只手一起掐，朝廷就喘不过气了。掌柜的，这铁怎么卖？你买多少？1000斤。1000斤不卖。不卖？那你挂牌子做什么？挂给能买的人看。那位客人买1万斤。
掌柜的，朝廷要买铁。将军，这趟去达子王庭风险太大了，达子翻脸不认人，没有万一。达子现在最缺的就是茶叶，达子要吃饭，我们要马，各取所需，谁也不欠谁。房是一回事，做生意是另一回事。这条商路是林玄开辟的，我以前从没想过自己一个领兵打仗的将军，有一天会做起生意来。但他说的对，不赚钱拿什么养兵？朝廷不给钱，就只能自己赚，自己赚的钱花着最踏实。护市上个月的利润是白银48000两，铁器专营的推进比预想的顺利，一切都在按计划推进。阿阮，传信给周记，让他加快船队的组建。明年开春，南诏的铁矿石就要大批量运过来了。走陆路太慢，也太危险，最好是走水路，一战到底。还有，让沈琦盯紧朝堂上的动静。王鹤鸣虽然停职了，但他的人还在。铁器专营的事儿，他们一定会反对。我要知道谁在反对，反对的理由是什么，背后是谁在指使。奴婢这就去传信。今天议铁器专营的事，户部，折子拟好了吗？陛下，臣以为猎器庄营是大势所趋。大前的矿爽确实快挖完了，但可以从外面买。南诏有矿，达子也有矿，只要朝廷肯出银子，不怕买不到。银子从哪儿来？国库空虚，4万台还要花钱，哪有多余的银子买铁矿？4万台的银子是户部管，户部把账做好，银子自然就有。沈大人，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臣只是觉得户部管了这么年的钱粮，应该比臣更清楚怎么找银子。不可啊，陛下！陛下，此事万万不可！铁器专营的事，先放一放，退朝。赵将军，你们大前的皇帝终于想起来给我们送东西了。这不是朝廷送，是万绳商号送。万绳商号的东家说，可汗需要什么，只管开口，只要价钱合适，什么都好商量。万绳商号不是朝廷的人，商人。一个商人能调动边军护送，赵将军，你是在骗我？可汗，大钱的事儿有时候比草原上的风还乱，但有一点我可以保证，万盛商号的货比朝廷的好，价钱比朝廷的低。可汗知道4万台吗？听说过。你们皇帝给死人修的台，修那座台要花很多银子，朝廷的银子都修台去了，边军的粮饷发不出来。赵将军，你回去告诉那个万盛的东家，他的货我收，他的价我认，但有一条，从今天起，达子和万盛的生意不能断，冬天不能断，夏天也不能断，哪一天断了，我的骑兵就去你们大前的边关喝茶。可汗的话，我一定带到。将军，达子这是在威胁？不是威胁，是交易。可达子的话能信吗？不能全信，但有总比没有好。至少今年冬天他们不会来了。林玄，你布的这个局，连达子都进去了，下一步你还要把谁装进去？成了。主子，达子真的不会来了？今年不会，明年不一定。但明年的事，明年再说。今年先把4万台的事办完。阿阮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12月初8。还有22天，22天后，除夕，那座台就要封顶了。我会站在他身边，听他说朕终于做到了。我会笑，会点头，会说陛下英明。等所有人都走了，
我一个人站在台顶，看着脚下的京城，在心里说那句话。那句话我等了2辈子，我终于可以说了，你输了。主子，您在想什么？我知道家商税通不过，我只是投一颗石子，看看水花溅到谁身上。现在看清楚了，溅到户部侍郎孙谦身上了。孙谦是王鹤鸣的人，跳出来反对家商税，说明王鹤鸣虽然停职了，他的人还在控制着户部。家商税的提议被驳，主反对者，户部侍郎孙谦，此人必除。主子要动孙谦？孙谦是王鹤鸣的人，但不是心腹，他是靠着王鹤鸣的提携才当上户部侍郎的，能力一般，胆子不大，这种人最好对付，给他一点压力，他就会自己倒。但给我时间。陆将军，这是上个月户市的收支，净剩16000两，明年开春账上至少能攒下5万两。5万两，放在以前，朝廷给西北1年的军饷也就这个数，现在万胜1个月就能赚到。这是明年开春后的商路规划，南诏的铁矿走水路，从澜沧江到珠江，再到运河，一路北上；达子的马匹走陆路，从西北户市到京城。沿途设6个驿站，每个驿站都有万胜的人接应。大钱腹地的货走大路，沿途的关卡能买通的买通，买不通的绕开，这样整个商路就连起来了。周掌柜，你跟着林玄多久了？从主子14岁那年就跟着了。我14岁的时候还在放羊，你14岁的时候已经跟着一个能颠覆天下的主子了。王首府，您要借多少？5万两，利息按市价算，我有抵押。王首府，5万两不用抵押，您开口就行。林玄说的对，王鹤鸣会来借钱的，借的越多，欠的越多，欠的越多，死的越快。主子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8月20，还有11天。4碗台第9层。除夕那天，萧景恒要在这里登台祭天，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看到他还是皇帝。主子，您该睡了。睡不着。阿软，你说萧景恒死了以后，会有人哭他吗？奴婢不知道。皇后不会，皇后恨他。王鹤鸣不会，王鹤鸣巴不得他死。沈琦不会，沈琦只是在利用他。陆苍更不会，陆苍恨不得亲手杀了他。没有人会哭他，他活了1辈子，当了10年皇帝，死了连一个真心哭他的人都没有。主子会哭吗？不会。我不会为任何人哭，眼泪是奢侈品，我不配。万里江山如画，千年地业成空。冷宫一壶残酒，枯井半盏秋风。主子不是不会哭，是不敢哭，哭了就撑不住了。主子，大前9月的税银是63万两，10月是51万两，11月42万两，逐月对减，逐月加速，到年底可能连30万都收不起。怎么会少这么多？不是少了，是收不上来了。江南的岁银被世家劫了，湖广的岁银被洪水冲了，西北的岁银根本收不到。西北现在是芒齐的地盘，朝廷能收到的只有京城周边几个府县的岁银，那点银子够干什么？够修4碗台吗？不够，4碗台已经花了120万两，朝廷现在账上的银子不到20万。20万要过年，要发官员的俸禄，要养禁军，要维持朝廷运转，萧景恒撑不了多久。那他会怎么办？借，找世家借，找富商借，找钱庄借，借到了吁一口气，借不到就是死。吾皇万岁万万岁！
户部，国库还有多少银子？回陛下，账上还有白银18万4千两。18万4千两，朕记得9月份还有63万两，怎么3个月就花光了？4万台工程用去了35万两，西北军饷发去了12万两，各衙门俸禄支了8万两，还有……够了！朕今天不想听解释，朕今天想听办法。国库空了怎么办？沈琦，你说。回陛下，臣以为当务之急是开源节流。司宛台工程已近尾声，后续开支不大，开源怎么开？加税，百姓已经活不下去了。加税容易，收不收得上来是另一回事。沈琦，你这是要把大钱往死路上逼。沈琦，你说加什么税？加商税。大钱的商税已经30年没变了。这些年，江南的丝绸商、湖广的茶商、沿海的盐商，一个个富得流油，交的税却跟30年前一样多。朝廷不是没钱，是钱在商人手里，收不上来。沈大人，商税不是说加就加的，那些商人背后都有世家。孙大人，你是说朝廷收税还要看世家的脸色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够了，加商税的事在议，退朝。老天爷，下雨吧！求求您了，给我们一条活路吧！这座台是他对苏婉的执念，是他对抗全世界的证明。台在，他就在。陛下，顺天府又送来了奏折，先放着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为保司宛台玉带河水源，着顺天府即日截断城外灌灌河道，将水源全部引入玉带河。若有延误，唯你是问。刘公公，这条河不能截。赵大人，这是陛下的旨意，您是想抗旨？臣遵旨。动手。不能截呀！这条河是我们村的命根子，截了我们怎么活啊？求求你们！赵大人，这条河真的不能截！闭嘴！老天爷，你睁睁眼吧！皇帝不要我们了！我们做错了什么？主子，城外出事了，顺天府截断了灌溉河道，庄稼都枯死了，农民们在河边跪了一地，磕头磕得满脸血。萧景恒为什么要截那条河？不是为了玉带河，是为了证明他没有错。他修司宛台，所有人都说错了，他要证明自己是对的，所以他不惜截断灌溉河道，不惜让庄稼枯死，不惜让农民饿死。他要让所有人看到他做的事比任何人的命都重要。主子，我们不管吗？管，但不是现在。那什么时候？等他们恨透了朝廷的时候。恨还不够深，再等等，等有人饿死了，等有人在路边倒下再也没起来，等他们从恨变成绝望，那时候我们再伸手。主子，那要死多少人？阿软，你知道要救一个人要先死多少人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如果我现在伸手，朝廷会说林家多管闲事，会把功劳抢走，会把责任推给我，死的人白死了，活的人也不会记得我。所以我等到朝廷什么不做，等到所有人都知道朝廷不会做，那时候我做的事就是救命的恩情。主子，您好狠！我知道，我爹是饿死的。你们截了河道，我们的庄稼全死了。我爹没东西吃，被活活饿死了。主子，您看，周记的密报：第一，京邑旱情持续，灌溉河道已被截断，庄稼大面积枯死；第二，城外已有饿死者，顺天府门口聚集了上百名家属；第三，万盛粮铺保持原价，
每日排队领粮者超过3000人。阿阮，奴婢在。从明天起，万圣在城外的粥棚重新开张。现在还是不等了，现在开！再等下去，死的人太多了，死太多，到时候我收不了那么多民心。还有，让听风阁放出消息，截断灌怪河道的旨意是萧景恒亲自下的，不是顺天府的主意，不是户部的主意，是皇帝的主意。恨要恨对人，恨错了人，刀就砍歪了。我要让他们恨萧景恒，不是恨顺天府，不是恨朝廷，是恨坐在龙椅上的人。刘安，城外最近怎么样？回陛下，城外情况不太好，庄稼枯死了，有人饿死了，百姓们在议论结合道的事，他们知道是陛下下的旨意了。知道了又怎样？朕是皇帝，朕的旨意，他们能怎样？传旨给顺天府，城外的事让他们自己处理，朝廷管不了那么多。陛下，如果再不管，朕说了，让顺天府处理。主子，今天是几月几？6月30，还有半年。半年后，除夕，司宛台封顶，萧景恒登台祭天。他想让天下人看看，他还是皇帝。他不知道，那天是他最后一次做皇帝了。刘安，城外还有多少人？回陛下，顺天府报说，大约3万人。传旨，从明天起，9门紧闭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陛下，城外还有3万灾民。人总是要死，早死晚死，奴婢遵旨。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？皇上，救救我们！主子，陛下下令9门紧闭了，城外3万灾民进不来，最多只能撑3天。传信给周记，从万盛粮库调3000石粮食，在城外搭粥棚施粥，打林家旗号，旗子上写4个字：林氏恩典。奴婢这就传信。等一下，去御书房，画像的事今晚必须办。除夕夜御书房一个人都没有，你有半个时辰的时间。奴婢记住了。找到了画像，不要带回冷宫，藏到一个安全的地方。藏到哪儿？听雨轩，2楼雅间，书架后面的暗壳里。周记知道那个地方。林氏，陛下让奴才来接您去司宛台，请跟奴才来。他建了一座司宛台，要让天下人都看见他的深情，却忘了城外还有3万人在等着他的一句救命。陛下万岁万万岁！朕建此台，追思婉妃苏氏淑德，朕之深情，天地可见。你站在最高处，说着最虚伪的话，城外的灾民听不到你的深情。林氏，陛下让您去台顶。好看吗？这座台是你设计的？好看，臣妾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色。林选，你恨朕吗？不恨。你是朕见过最会撒谎的人。你错了，最会撒谎的人是你。你骗了天下人10年，也骗了你自己。苏婉，主子，画像藏好了，听雨轩2楼雅间，书架后面的暗壳里。萧景恒问我恨不恨，主子怎么回答的？我说不恨，他说我最会撒谎，他信了，因为他在骗自己。还有1年或者2年，那座台会倒，他会死，我不会哭。快搭棚子，生火熬粥。大娘，趁热喝。谢谢，谢谢林家的人。大娘，别磕头，主子说了，不兴这个。你家主子是谁？林家的女儿。叔叔，这是谁给的粥？林家的小姐给的。林家的小姐是好人吗？她是不是好人，叔叔不知道，但她给了你这碗粥，对吗？好喝。
主子，周掌柜说有人给主子立长生牌位。长生牌位？假的，我不需要，只需要这些人记住林氏2个字就够了。传信给周记，让他明天继续施粥，粥要比今天更稠。更稠？对，今天稠，明天更稠，后天再稠一点，让所有人都看到林家的粥一天比一天浓，朝廷的粥一天比一天稀。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，这就是对比。陛下，林家在城外施粥，万圣伤后的掌柜亲自带队，3座粥棚，12口大锅，灾民们都去了，至少1万人。1万人，让他施，他施的越多，银子花的越快。城外的事让顺天府自己处理，朝廷管不了那么多。施粥不是为了让他们感恩，是为了让他们记住是谁在他们快饿死的时候给了他们1碗粥，记住朝廷不管他们的时候林家管。陛下，林家的粥棚已经增加到8座了，领粥人数超过了2万，灾民们还立了一块碑。立了什么碑？林氏恩泽。传旨给顺天府，明天也开粥棚，用朝廷的名义，粥要比林家的更稠。陛下府里的存粮不多了，剩下的只够京城百姓吃半个月。半个月的事，半个月后再说。开粥棚？拿什么开？库里的粮昨天刚发完，1粒米都没有了。大人，要不找万圣借？找万圣借？万圣是林家的，林家是皇帝的敌人，找敌人借粮给朝廷施粥，这不是笑话吗？明天照常开粥棚，粥熬稀一点，稀到看不出来有米。朝廷的粥稀得像水。萧景恒啊，萧景恒，你连施粥都要跟我比，但你比的不是粥，是民心。你的粥稀，民心就稀；我的粥稠，民心就稠。比到最后，你的民心就没了。传信给周记，让他继续，粥不要停。天暖和了，灾民就要散了。散之前，让他们记住林家的恩情，这辈子都还不完。主子说了，不收礼，只收1样东西，口信。回去告诉你们的乡亲，林家是什么样的人家，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林家倒了，但林家的人没倒，林家的小姐还在，林家的恩情还在。陛下，百官已经在台下候着了，让他们上来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终于站到了最高的地方，我就是真正的天子，天之子，万民之主，没有人能比我更高了。哈哈哈哈哈！青苔起，万骨枯，天降雪，林女出。青苔起，万骨枯，天降雪，林女出。青苔起，万骨枯，这是在说朕因见司婉台，导致民不聊生吗？天降雪，林女出。司婉台封顶那天，林女出。刘安，奴婢在。这首童谣是什么时候开始传的？回陛下。5天前，5天前你就听到了，为什么不报？奴婢以为只是坊间闲话，不值得惊容陛下。天降雪，林女出，这首童谣是在告诉天下人，林家的女儿是天命所归。你告诉这是闲话。
奴才知罪。去查这首童谣是从哪里传出来的，查是谁编的，查清楚之后把那个人抓来，这样亲手管了他。是。童谣是天命的语言，历代改朝换代都会有童谣先行。天一说，天命要换人了。不，我不信，我是天子，天之子，天不会背叛我。童谣已遍传京城，百官震动。萧景恒大怒，正在追查来源。主子，这首童谣真的是天命吗？阿软，这世上没有天命，只有人心。人心齐了，假的也能变成真的；人心散了，真的也能变成假的。这首童谣不是天写的，是我。为什么要写天降雪？除夕夜那场雪不是主子能控制的，但我能利用。那场雪不是为我下的，但所有人都可以以为它是为我下的。萧景恒登台那天，天降大雪，他以为那是祥瑞，但童谣告诉他，那是天在给邻女让路。他怎么想不重要，天下人怎么想才重要。奴婢明白了。历代改朝换代都会有童谣先行。天一说，天命要换人了。不，我不信，我是天子，天之子，天不会背叛我。童谣已遍传京城，百官震动。萧景恒大怒，正在追查来源。主子，这首童谣真的是天命吗？阿软，这世上没有天命，只有人心。人心齐了，假的也能变成真的；人心散了，真的也能变成假的。这首童谣不是天写的，是我。为什么要写天降雪？除夕夜那场雪不是主子能控制的，但我能利用。那场雪不是为我下的，但所有人都可以以为它是为我下的。萧景恒登台那天，天降大雪，他以为那是祥瑞，但童谣告诉他，那是天在给邻女让路。他怎么想不重要，天下人怎么想才重要。奴婢明白了，传信给听风阁，让他们继续传，不要停，传得越广越好，传到每一个人都会唱，传到每一个孩子都在唱。等到所有人都把这首童谣刻进脑子里的时候，它就成了真的。这首童谣是妖言惑众，必须严查严办，抓住编谣者，满门抄斩。查可以，但不能大张旗鼓，越是镇压，传得越广。这首童谣根本就是林家的人编的，目的是动摇民心。沈琦，臣在。你怎么看这首童谣？臣以为童谣终究是童谣，无知小儿传唱不值得大惊小怪。真正值得在意的是为什么有人会信？为什么？因为城外那3万灾民，林家失了州，朝廷没有；因为在他们最绝望的时候，林家伸出了手，而朝廷关上了门。下，童谣本身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它有土壤。只要这片土壤还在，就算禁了这一首，明天还会有新的。退朝。娘娘，您一天没吃东西了，多少用一点吧。翠萍，你说那首童谣说的是真的吗？娘娘，童谣怎么能当真？本宫问你，你就说。奴婢不知道。本宫也不知道，但本宫想知道，如果有一天林玄真的成了皇，本宫会怎么样？会被废？会被杀？还是会像他一样被打入冷宫？翠萍，替本宫备一份礼送到冷宫。娘娘要送什么？送一支玉簪，告诉他，本宫不管什么童谣，本宫只记得他的恩情。这是我的选择，不是选择站在林玄那边，是选择站在活着那边。金台起，万骨枯，天降雪，邻女出。金台起，万骨枯，天降雪，邻女出。如果童谣真的是天意，那我算什么？一个逆天而行的疯子，一个被天抛弃的废物。金台起，万骨枯，天降雪，邻女出。他花了10年，从一个落魄皇子变成了皇帝。现在，他正在从一个皇帝变回一个落魄的人。主子，听风阁传信说，童谣已经传到了经济各州县，下一步怎么走？下一步不传了。不传了？再传下去，就会有人查到我头上。现在停下来，让他们自己去猜，猜的人越多，信的人就越多。等到所有人都以为这首童谣是天意的时候，事情就成了。童谣的事到此为止，接下来收网送出去。今天
还有很多事要做。